你是我大楚王朝18王子，朕命你统帅10万大军，即刻前往前线，抵御大赵30万兵马。父皇，如今楚赵交战，我军溃败，粮草军饷断绝，前线军心涣散，急需要一位皇子亲临前线，以慰军心。18弟楚平虽长于民间，但血脉纯正，正是最合适的人选。这18弟刚回来就要去送死，太可惜了。能去边疆送死，那是他的荣幸。我这是穿越了，成了大楚朝即将被贬到边境的18皇子，一个倒霉的替死鬼。您，楚王朝皇帝的私生子，人类在位18年，联合几个家臣，被打成了个傻子。这次朝廷与大赵交战战败，需皇子赴前线安定军心，九死一生。太子为自保，将我这个私生子找回替他们，送死。你是谁？我要吃饭。一个傻子私生子，简直就是为国量身定做的替死鬼。带走。是。吃饭了，吃饭！这些皇子一个个贪生怕死，真以为我还是什么都不懂的平民。既然穿越开启了新人生，我楚宁就会乖乖去当替死鬼，不要逆天改命，成就霸业。检测到宿主灵魂契合，觉醒权倾天下系统。检测到宿主即刻被送上前线送死，解决眼前危机可获得系统奖励，掌握天下所有武学。系统，老天爷都在帮我。这次破局的关键就在我这平老爹的身上。18弟啊，从乞丐摇身变成一位皇子，父皇给你建功立业的机会，还不赶紧跪谢叩恩？如今群狼环伺，以退役进封为上策。感谢各位兄长台，能为父皇分忧，为大楚死战，是我的荣幸。此去，纵然马革裹尸，我亦无怨无悔。只求父皇原谅儿臣18年未能承欢膝下之罪。这宁儿像极了当年他母亲跟着那义无反顾的样子，本该是父死重聚，可我明知道太子将他找回是为了送死，却一心只想着如何为我、为大楚效忠。母亲生前常常教导儿臣，身为男儿当建功立业，忠君爱国。此次为大楚分忧，为父皇分忧，正是完成母亲的遗愿，亦是儿臣的荣幸。快起来！好孩子，你娘把你教得很好，是朕没做到一个父亲的责任，朕对不起你啊！你出发之前，朕可许你一个愿望，你要什么，朕都可以答应你。父皇，儿臣只求能多陪伴父皇几日，尽孝膝下，不留遗憾。他不是傻子吗？难道这些都是装的？没想到，就连我也被他骗了。父皇不可，如今前线危机，再拖延下去，恐怕要延误战机呀。就是，前线可是有很多将士还在等着呢。住口！你们是都当朕死了吗？儿臣不敢，父皇息怒。楚宁就是想出发前多陪陪朕，他有什么错？每一个两个，着急让他去送死，你有何为啊？啊！楚宁以皇子身份去往前线，唯恐不能服众。来人，宣旨，封18皇子楚宁为蓬莱郡王，赐平东将军，上府邸一送，特许在京城休整1个月后，再赴前线。父皇，若有异议者，则替他去往前线。好孩子，以后朕为你撑腰，没人能再欺辱你半分。谢父皇。当前危机破除，奖励宿主掌握天下所有武学。这一局我赌对了，实力才是硬道理。完全斗争可比前线更残酷，去到前线就是掌握了兵权。既然到了这楚王朝，定有权倾朝野，
做名垂千古的第一人。封为郡王，岂不是要让这个野种有资格与我们平起平坐？所谓的郡王不过只是虚名，想要在前线站稳脚跟，粮草、兵马、装备缺一不可，这些都绕不开银子。我要利用好这1个月的时间赚银子，壮大自己。既然他们都想让我死，那这第一笔军费就从他们身上拿。父皇，儿臣初到皇宫，为父皇和兄长准备了见面礼。一个泥腿子平民也配给我们送礼？还知道带礼物？你娘把你教的很有礼数，来呈上来。这是，快给朕看看！这是当年朕赠予他母亲的信物，没想到他一直珍藏，还传给了宁儿。他怕是恨极了朕吧？你这礼物，朕很喜欢，朕也赏你一物。来人，此朕的佩剑。此乃天子佩剑，持此剑者如朕亲临，无人敢犯。父皇，这剑不是要给……住口！太子是在质疑朕的决定。楚宁马上就要去前线，有此剑在手，方可节制阵前将士。劫此剑多年，究竟被这个野种拿走。这便宜爹，这是想让区区一把破剑就想打发我？节制3军，要是真到了前线，天高皇帝远，我怕是怎么死的都不知道。倒不如……父皇，这礼物太过贵重，我看皇兄极为心仪，不如转赠给皇兄。哼，算你识趣，不该你拿的东西别恼。父皇，难得楚宁有心，这剑放肆！此剑用来节制3军之物，怎么，太子是想要去前线不成啊？朕赐予你的东西，你怎可随意转赠他人？这老登还真是护犊子，可惜护的是个蠢货。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正好，儿臣以此为礼，向各位兄长赔罪。我知道各位兄长不缺奇珍异宝，这是我和母亲种植炒制的茶叶，希望兄长们可以收下。我当是什么？一把烂树叶子也敢拿来金銮殿，丢人现眼。18弟的好意我们心领，这茶叶自己收着。哥哥们这是看不上平民的茶吗？我家眼镜，这些逆子，就算他是替死鬼，那也是朕的儿子，真心送礼也敢嫌弃。好了，朕平时教导你们兄友弟恭，你们都忘了吗？儿臣不敢。父皇，都是儿臣粗鄙，不怪哥哥们。宁儿是朕的儿子，没人可以看轻贬低他，你们都给我记住了。这茶叶，朕替你的兄长们收下。少明，把这茶叶给每位皇子分一分，必须给朕喝完。是。等出了大殿，就拿去喂狗。父皇，诸事已毕，也该退朝了。那退朝吧。等等，诸位兄长收了我的礼物，那是不是也得给我回礼啊？说什么？要我们给你还礼？对，皇兄没听错，我就是要你们还礼。作为皇子，想要什么东西就该收，孩子有胆子。就凭你这点破茶叶，就敢当面要还礼，哪来的脸？你们身为兄长，自然要还礼，连朕都回礼，你们岂能不回？宁儿，你可曾想好要些什么？父皇，儿臣新的宅院修缮打理、用度支出都负担不起，儿臣想和兄长们一样有自己私产，实在是……太子已赠宁儿东市2间铺，再拨白银8000两，做个表率。其他皇子也都效仿如此，不许丢了我皇家的颜面。是。那为兄就送你城北的2间布庄，为兄送你绸缎珠宝100匹，为兄就送夜明珠1对吧？感谢各位兄长抬爱，楚宁感激不尽。
太子只是收点利息，从今日开始，你对我做的，连本带利的讨回来。这才像一家人嘛！从此以后，你们要相互扶持，保我大楚百世繁荣。楚宁，你刚到京城，不熟悉环境，朕派2名亲卫随你，任你调遣。好了，今日施病，退朝。恭送陛下。王八蛋，狗东西，狗东西，狗东西！楚宁这个野种，居然敢装傻骗本宫，就用这些破茶叶骗走本宫那么多东西！来人，把这些茶叶给本宫喂猪，喂野猪！皇兄何必动怒呢？一个将死之人是蹦跶不了几天的，不必费神。那把天子佩剑，无论如何都是要给本宫的呀！他就是一个野种，他有什么资格染指？那楚宁不过无权无势的虚名郡王，就是借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跟皇兄抢东西。只要皇兄亲自去要，他还敢不给？说得对，那把佩剑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在那个野种手里。哼，本宫就亲自去。关羽、赵宇见过郡王殿下。没想到那老邓还挺熟啊，这2人站姿如松，眼神锐利，明显是内家高手。莫不是放在我这里演戏？检测到可绑定武将触发隐藏功能，中心锁死，可将关羽、赵宇中心值永久锁定100%，消除所有潜在疑心，包括皇帝指令、宿主是否激活。你还有这功能啊？是。拜见上上，此生为主将马首是瞻，刀山火海，在所不辞。若有二心，天打雷劈。起来吧，从今往后，你们2人就是我楚宁最信任的人，咱们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主上，如今府邸空荡，属下即刻去招募可靠下人，添置器物。不了，先备茶。估计一会儿太子殿下就要登门拜访。太子殿下初到京城，太子怎么会来这儿？自然是为了我手上这把象征天子的佩剑。此剑乃御赐之物，太子怎敢明抢？况且这剑的节制3军之权，只对前线将士有效，他拿去也无用啊。他要的从来不是兵权，而是脸面和自负。他认定楚军之位稳坐，这柄象征皇权的佩剑就该是他的，哪怕不用，也绝不可能落在我手上。而且他越是想要，越是能从他身上榨出更多的好处。这把剑可是能换万两白银、千军万马的宝贝。你们且看着吧，估计他这会儿已经到门口了。太子驾到！太子真的来了！哟，太子皇兄大驾光临，臣弟有失远迎啊。18弟，你真是麻雀变凤凰呀！啊，刚封郡王就住这般气派的府邸，排场真不小。先是封王拜将，下一步干脆爬到本宫头上来吧。皇兄言重了，这次能认祖归宗，多亏了皇兄啊。你还知道啊？啊，那你是不是应该给本宫上谢礼了？皇兄想要什么？我想要的你很清楚。这把剑，父皇很早说过是要传给本宫的。眼都不眼就想赢钱。这把剑是父皇所赐，若是臣弟给了皇兄，父皇怪罪下来。哼，怪罪？你一个将死之人有什么好怪罪的？再说，本宫拿东西跟你换，父皇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。既然皇兄执意如此，臣弟也不敢违抗。只是前线凶险，粮草军器匮乏，将士们士气低落，臣弟确实需要一笔银子犒劳3军，稳定军心。银子而已，说吧，要多少？30万两，外加3家粮装。楚宁，你疯了！你张口敢要30万两？皇兄息怒。这把剑乃是父皇亲赐，若是太过廉价，岂不是有损皇室威严啊？
不了，臣弟还是问问其他皇兄吧。等等，若是让其他皇子得了这阵，威武必然哑火不高。这种事绝不能发生。哼，最多15万，再加2加2。皇兄，不是臣弟不卖啊，若是让父皇知道皇兄来找我买这把剑，怕是……行了，30万两，3加2都给你。但是你要给本宫发誓，这件事儿必须烂在肚子，否则本宫必将你活剐了。皇兄爽快，放心，臣弟打死也不输。来人，上银子。18弟，钱货2000。皇兄走好，千万记得慎用此剑啊，危险！闭嘴，关你屁事！这么多钱，我要发财了呀！比我想象的好赚多了。殿下，这可是天子御赐之物，你就这么给太子，这皇帝知道一定会责罚你的。快，现在去追，还能追回来啊！急什么？一把剑卖了30万两真金白银，血赚不亏啊！而且这把剑在我手里就是块烫手的山芋，只会把我变成活靶子。卖给太子套现才是收益最大化。你以为父皇不知道太子会来找我，早就在暗处盯着。若是太子能沉住气，说明他还有储君气。可他急着讨剑，张扬的骄纵，回宫必定挨罚。让离前的剑再飞一会，先清点银子，这才是咱们的底气。昭明，你觉得宁儿心性如何？18皇子虽流落在外18年，但好在心性纯良。依朕看，这小子鬼主意多着呢，骨子里那股算计的狠劲，像极了朕年轻时蛰伏的样子。陛下，楚宁殿下怎么能比得上您？您当年卧薪尝胆，破釜沉舟，运筹帷幄，那是开创盛世的大智慧。报，陛下！陛下，太子把您赐给楚宁殿下的剑带走了。什么？他把朕赐的佩剑给抢去了？这个逆子！去东宫把这个逆子给朕带来！陛下息怒！息怒个屁！朕御此剑是让楚宁拿到前线去装样子，等楚宁战死了，那佩剑不还是太子的？但是他现在明抢了去，那就是不把朕放在眼里啊！不，那剑是楚宁殿下卖给太子的。什么？楚宁敢把朕御赐的佩剑拿去卖了？卖了多少？30万两。逆子，2个都是逆子。朕的佩剑难道只值30万两吗？不对，楚宁从小就流落民间，他不明白剑的价值情有可原。可是太子知道啊，分明就是欺负他楚宁不懂，把那个剑给骗了去。即刻传旨，太子为祝贺皇后寿辰，抄写经文，抄不完不许踏出东宫半步。是。等等，等楚宁得到太子的银子，再去宣旨。另外，把朕用过的那把亮银枪给楚宁送去啊！陛下不可，拥有此枪等于拥有先斩后奏之权，赐给楚宁殿下怕是难以节制啊！你觉得楚宁敢把朕的御赐佩剑才卖30万两，他还能惹什么麻烦？赶紧去送。是。蠢货就是蠢货，父皇的御赐宝剑怎可用银子来衡量？此剑在手，本宫就是众皇子之首。莫说是30万两，1000万两都值得。陛下口谕到。儿臣接旨。皇后下月寿辰，太子需亲抄经文一部，抄完之前不得踏出东宫半步。赵总管，这抄经就抄经，父皇为何要软禁本宫吗？殿下是要抗旨吗？儿臣不敢。30万两，加上之前的产业，招兵买马、囤粮、打造军械足够了。圣旨到。这么快就来了？
陛下念念即将奔赴前线为国尽忠，特赐亮银枪。谢父皇恩典。哎，喝茶去。太子买剑被软禁，我敢收银子，那是不要命了。奴才不敢，奴才告退啊！周宇、国宇，你们说这枪能卖多少钱？什么？你还要卖？小点声，这传出去光彩吗？是万万使不得，此枪乃是陛下早年间使用过的，珍贵无比，绝不能卖。殿下，卖了皇帝佩剑，皇帝没有责罚，那是对郡王您的恩宠啊！要是咱卖了这枪，皇帝必然会动怒啊！动怒？他总不能真要砍了我这个即将赴死的皇子吧？再说了，我不卖枪，我拿什么去边疆？靠一枪赤胆忠心吗？如今前线粮草断绝，军饷拖欠，没钱没粮去了不就是送死吗？殿下，咱们要是缺银子，大可向陛下讨要啊！向父皇要？皇室哪有什么真正的父子情深？我那个父皇精的和猴似的，若他真看中我，能让我在外面流浪18年吗？我对他而言，不过就是一个磨砺太子的磨刀石，平衡朝廷势力的挡箭牌罢了。既然他们拿我当棋子，我为什么不能反坑他们一把呢？这枪既是天恩，也是警告。记住，没钱寸步难行，有钱千军可弃。不过我也能让他成为我手握兵权、登临高位的垫脚石。殿下看似贪财，实则全是为了前线军务，没钱没粮，空有身份也镇不住军心，这都是无奈之举啊！属下明白了，殿下深谋远虑，心系国家，属下愿为殿下奔走。那咱们这枪卖给谁？既然太子坑不了，我那几个皇兄可都是富得流油。走，上门挨个拜访。二哥，瞧瞧这亮银枪，父皇亲赐，先斩后奏，比卖给太子佩剑可厉害多了。15万两，二哥收了如何？疯了！太子买剑都被软禁抄经，我要是买了这枪，父皇不得把我禁足一辈子？得赶紧送走。好枪，果然是好枪啊！可这为兄也不能夺人所爱不是？这也不能让18弟白来一趟啊！这样，来人！为兄这有1万两，要不你再去三皇子府上看看？得了，走，下一家。终于把这个瘟神送走了。三皇兄，我这有把枪，你要不要啊？郡王殿下，我家殿下不发急症，无法见客。这是6000两，您点点。可是这啊，三皇子说了，最多6000两，让殿下去找4皇子。行，替本王向皇兄问了，让他好生养病。哎，下一家。你拿着这5000两银子滚蛋！八皇兄，整整是15万两。果然，这躺着挣钱不劳而获的感觉就是爽。殿下，属下该不会是在做梦吧？这皇子们什么时候这么有钱了？可怜的孩子，这是没见过世面，以后早点习惯。就是可惜了这4皇子楚胜，死活不开门。算了，下次再找机会坑他。走。哦，楚宁殿下又把您的枪给卖了。什么？逆子！逆子！这个逆子，他到底是真不懂还是装不懂啊？朕的亮银枪可是当年平定天下的信物，是先斩后奏的兵权象征。他就这么拿去当街叫卖了？启禀陛下，郡王殿下并没有真正卖出亮银枪，他只是扛着枪挨家去拜访。诸位皇子也纷纷破财消灾，2皇子1万两，
三皇子给了6000两，四皇子给了5000两，总计下来，郡王殿下足足敛财15万3千两。15万3千两，这帮逆子！现在战事吃紧，朕让他们捐军饷、捐军粮，一个个给朕哭穷喊冤。现在为了打发楚宁，倒是阔绰的很啊！好，太好了！赵明，奴才在。即刻传旨，对，庆祝皇后寿辰，蓬莱郡王楚宁外，所有皇子一律抄写经文100卷，2皇子、3皇子、5皇子等人，每人捐银5万两，充作军饷。如有违抗，削去爵位，贬为庶民。老奴遵旨。陛下这哪里是罚郡王，分明是借着郡王的由头敲打诸位皇子，收缴军饷的。楚宁啊，楚宁，你这臭小子，倒还真是歪打正着，帮朕揪出了一帮藏私的皇子。你到底是真贪财，还是有意为之？主上，若陛下真的震怒，怪罪下来，该如何是好？是啊，主上，毕竟您这次变卖的可是皇上亲赐的神匾，这罪名可大可小啊。放心，我敢做，就有保不受罚，说不定父皇还得赏我。赏？这是为何？你们想，这把枪我真卖出去了吗？我只是扛着它转了一圈，这几个皇兄就主动送钱上门。父皇起初或许是气，但他很快就会明白，比起我卖枪，他更忌惮这几个随手能掏出万两白银的皇兄。如今前线战事吃紧，他们个个哭穷，打发我到阔绰，我这是在帮父皇摸清他们的家底，戳破他们的伪装。你说父皇该赏我还是罚我？主上英明啊！原来你早就算计好了，借卖枪之名，行敲山震虎之实。算不上算计，只能说是顺水推舟罢了。在这皇室啊，只有永远的利益，没有永远的兄弟。他们打发我，我就顺水推舟，既捞了银子，又替父皇做了他想做却不好明说的事，一举两得呀。卖剑卖枪总算有了第一笔本钱，但打仗消耗战，拼的是国力家底。前线一旦僵持，每天都是金山银海往里填，必须让钱生钱才行。对了，体若能掌控冶炼锻造，不仅兵器甲胄可以自给自足，打造农具可保后勤。如今战斗将起，民间谁家不备些铁器？货损修缮的声音源源不断，这是条活水。四皇子，这个铺子我不卖。那可由不得你，今天你不卖也得卖，给我砸！这不是产生吗？走，过去瞧瞧。爹，老东西，别不识抬举。现在是堂堂四皇子要买你的铺子，这是你的福气。四殿下，这铺子是我父亲的毕生心血，也是我们一家的生计所在。您这与强抢又有何异？这天子脚下难道一点王法都没有了吗？本王在这儿便是王法，少废话，立即拿来，要不然今儿小娘子你与本王回府，好听给脸不要脸，我进犯！放开他！放开他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他的腰肢好软。多谢公子。楚宁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四皇子好大的威风，光天化日，强抢民产，欺凌妇女，真不怕传出去，丢尽皇家的理念。楚宁，你坑了兄弟们的钱，还让太子皇兄禁足，你居然还敢大摇大摆的上街啊！卖剑买剑你情我愿，何来坑一说呀？再说了，太子被罚那是父皇明断，四皇兄是对父皇不满吗？本王不想跟你多废话，本王今日其实是来买铺子的，没空跟你闹，让开。巧了，这铺子我也看上了，皇兄想要，
那得看皇兄的本事。别以为仗着父皇的恩宠就可以无法无天。本王今日便教教你，什么是规矩，什么是体礼。来人，给我打！打死了，笨笨王的！殿下，我拦住他们，你先走。今日你们谁都别想走。上！有人！怎么回事？人怎么突然就倒了？难道是父皇派了高手暗中保护这些种？哟，四皇兄，你这几个人好像不太经事了，还继续吗？今日不明事理在场，我还是先走一声。楚宁，你别太得意，本王今日心情好，就不跟你一般计较。我们走。哟，四皇兄这么不小心，这铺子地滑，你可小心啊！走，慢走啊！小女子多谢公子出手相助。举手之劳，我这四皇兄平日横行惯了，今日也算小惩大戒。方才我说买下这铺子是真心的，我出钱再传你们新的炼铁之法，你们出铺子和人手，盈利你7我3，怎么样？殿下，皇子经商哪有只取3成的？您还倒贴本钱气数。我只要兵器和粮草，不克扣匠人。如果二位信我，咱们就合作，怎么样？婉婉信您，但是利钱我们3成足矣。为报大恩，婉婉愿入府侍奉殿下。若是人在我府中，也方便我随时查他冶炼的进度。正好，平时我府中就我们3个人，也冷清，有萧姑娘作伴正好。啊，对了，这是我研究的冶铁之法，还劳烦萧伯今夜辛苦为我打2把兵刃。放心，草民这就去办。殿下，今日得罪了4皇子，恐怕明日弹劾您的奏章必会送到御前。我只有1个月分秒必争，没时间陪他们演这些宫斗的把戏。我楚宁要正大光明的做生意，赚钱、驻兵、屯粮，谁敢断我财路，就掀了谁的桌子。准备一番，明日陪我一同进宫。对了，还有件事，殿下英明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皇兄，您要为臣弟做主啊！那个野种不仅抢了我铁匠铺，还将我打成这般模样。好你个楚宁，就是想让他去当个替死鬼，没想到倒让他仗着父皇的宠爱爬到我们的头上作威作福了。皇兄，此子断不可留，我要不要找人？蠢！要杀就明杀，当着父皇的面就谋逆死罪。皇兄，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当众揭发他私铸兵器，再参他一本私蓄兵甲，意图谋反之罪，而我便是发现他的阴谋，却惨遭他毒手的苦主。没错，明日你将铁匠铺妇女抓来佐证，到时候人证物证俱在，我就不相信父皇容下一个可能谋反的儿子。好，臣弟明白，我马上去办。皇兄，求你再打我一次，越重越好。一时皮肉之苦，只要能弄死楚宁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日，我甘愿受罚。望皇兄成全。四弟，这皇兄可真是下不去手。皇兄，打得太重了。这一次，楚宁，本宫要你百口莫辩，人赃并获，万劫。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有事启奏，服侍退朝。父皇要为儿臣做主啊！父皇，生儿，你为何伤得如此之重啊？是楚宁，昨日他强闯儿臣在城东的一家铁匠铺，强行要铺中铁匠为他私铸兵刃。儿臣本想制止，可没想到18弟他纵容手下，将儿臣毒打至此。父皇，四弟一律劝阻，绝无刁难之心。可18弟他硬是凭借父皇宠爱，便不把兄长和法度放在眼中，
还请父皇为四弟做主。太子，老四，你二人所说非同小可，可有什么凭证啊？父皇，我这一身伤便是最好的证据。难道儿臣会故意自残，去谋害18弟他吗？父皇，18弟自幼流落民间，身上沾染些市井陋习也尚可理解，可当街殴打皇室兄长，私铸兵器，已是触犯国法。这传出去，岂不是让天下人耻笑我大楚皇室无规无矩吗？是啊，民间长大的，少了皇家的教育，如此行径传出去，岂不令我大楚皇室蒙羞？陛下，蓬莱郡王归京不过数日，便接连生事，若再如此纵容下去，京中怕再无宁日。臣恳请陛下严加管教。诸位爱卿所言极是，楚宁近日行事确实有些过分。那依诸位所用，该如何罚他？儿臣认为，应即刻收回楚宁的督办军需之权，按律应该斩断双腿，断了他谋逆的心思，如此方可彰显法度，以儆效尤。臣附议。啊，那就依诸位爱卿所言，道明，拟旨吧。是。不必劳烦父皇拟旨，本王来了。四皇兄还有诸位大人，好大的阵仗，告御状也不知会本王一声。儿臣参见父皇。你来的正好，老四还有太子参你私铸兵器，无谋不轨，还当街殴打兄长，你有何辩解啊？父皇明鉴，昨日分明是四皇兄率众持械强闯儿臣铺，儿臣是被迫自卫罢。至于私铸兵器，更是无稽之谈。哼，死到临头了，你还在嘴？你强占民产，私设公房，铁证如山。本王正是为阻你铸下大错，才亲赴现场，而你却把我残害至此。四皇兄空口传话，何以为证？就知道你不见棺材不落泪。来人，传人证，铁匠铺萧氏之女萧婉婉。父皇，此女便是18弟抢占铁匠铺原主之女。四皇兄，这是何意？她不过就是个无辜女子，她能知晓什么？何必将其卷入其中？怎么，18弟你怕了？可惜啊，太晚了。父皇，儿臣可以用性命担保，婉婉姑娘接下来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。婉婉姑娘，莫怕。你将你昨日所见，楚宁如何在铺中私铸兵刃，一五一十的向陛下和众大臣说个清楚，本王会保你全家平平安安的。陛下面前务必据实而言，你妇女性命即系于你口。是，私铸兵器，确有此事。父皇，您听到了吧？人证俱在，楚宁罪不可赦。陛下，人证物证俱在，蓬莱郡王罪责难逃，私铸兵器无逆大罪，请陛下即刻下狱，严惩不贷。楚宁啊楚宁，任你奸猾似鬼，这次也死定了，看你还能如何翻身。萧氏，你指证蓬莱郡王私铸兵器，可有证据？具体在何处？所造何物？民女所指证的私铸兵器之事，确有此事，但私设工坊，暗中锻造军械之人，并非蓬莱郡王殿下。你说什么？真正抢占民产、私设工坊、暗自锻造军械之人，是四皇子楚胜。暗自锻造军械之人是四皇子楚胜。太子肯定会盯上他们父女，你今夜同赵宇一起，将来拿人的刺客灭口，然后再扮作对方，带萧掌柜去见太子，让他们以为一切尽在他们掌握。注意，不要被认出来。殿下英明，属下这就去安排。正是四皇子以我父亲的性命做要挟，逼我今日上殿做伪证，构陷郡王殿下。真正在城西山脚下私设军坊，私找工匠，锻造数百支刀枪者，正是四皇子楚胜。民女怀中有他在府中所发工坊令牌、物料、画押单据，请陛下明鉴。贱人，血口喷人！父皇明鉴，他在诬陷我，是楚宁指使的他。
四皇兄刚才还以性命担保，婉婉姑娘句句是实，如今怎么变成胡说了？伪造证据，谁不会？父皇明鉴，父皇，真相如何已然清晰，是四皇兄自己私铸兵器，心中惶恐，见儿臣接手铁匠过后，才急不可耐的构陷儿臣，妄图将脏水泼在儿臣身上。不，父皇，儿臣没有，儿臣是冤枉的，儿臣没有私铸兵器，一定是楚宁他伪造证据陷害儿臣。我陷害你？四皇兄，证人是你亲自带上殿，证词是你逼他说的，证物是从他身上取出来的。众目睽睽，父皇和诸位大臣亲眼所见，本王如何构陷于你？父皇，四皇兄楚胜触犯国法，为了掩盖罪行，竟逼迫民女构陷兄弟，欺君罔上，铁证如山，其心可诛。望父皇秉正国法，以儆效尤。父皇，好一招将计就计，后发制人。老四这蠢货做事不干净，被人拿捏住把柄，反倒是楚宁这小子身处绝境，竟能瞬间反转，这份极致与打破，倒是真有朕的风范。可惜大赵强敌在前，前线还需楚宁去搞。楚生和太子终究也是朕的儿子。好了，今日之事朕已明了。老四、太子，儿臣在，儿臣在。你二人不查究竟，便妄动干戈，弹劾兄弟，确有不当。尤其是老四行事孟浪，才惹下这般风波。罚你二人回府闭门思过1月，抄写太祖训诫100遍。谢父皇。哼，18弟，这一次是本宫失察，下次必定查个水落石出，死无对证。就算父皇知道是我做的又怎样？有太子皇兄罩着我，你也不能拿我怎么样。这老登这是想息事宁人。今日惹了这么多人，若是放我他们，怕我走出金銮殿就会变成尸体。楚宁啊，今日你殿前应对，虽情有可原，但言语过于激烈，咄咄逼人，失了敦睦之气。念在你受了委屈，朕不予追究，都是一家人，免伤了和气。此事就此作罢，今日都散了吧。慢着，楚宁，朕说了，此事作罢，你还要如何？父皇，若今日婉婉姑娘不曾反悔，如今跪在这戴罪的就是儿臣，儿臣的处罚恐怕没有闭门抄书这般轻松。皇子犯法，庶民同罪。楚宁，父皇金口已开，你还想逼宫不成吗？儿臣不敢逼宫，儿臣只求一个公道。若今日父皇不能一律严惩主谋，以正国法，儿臣你要干什么？楚宁，给脸不要脸的野种！你不过是个走了狗屎运从泥地里爬出来的贱货！你别以为披了身皇子皮就可以在大殿上耀武扬威，你也配！那儿臣便自己动手。求公道！楚宁，你敢当众弑兄！方才那一刀，竟让朕生出天崩地裂的错觉。这小子的杀法狠厉，远超朕的预料。四弟，楚宁，你疯了！堂堂之上，陛下面前，你竟敢公然弑兄！我既然敢杀人，就自然有办法能脱身。父皇，儿臣自幼与母亲在民间相依为命，养育之恩大于天，儿臣绝不接受由他人侮辱母亲。楚胜此贼，辱骂儿臣是野种，便是辱骂父皇的皇室血脉。他辱我出身，我可忍；他构陷于我，我可争。但他视国法为无物，以君父为可欺，其罪当诛。儿臣殿前失仪，擅动兵刃，侵扰圣驾，罪无可恕。不管父皇如何处置儿臣，儿臣绝无怨言。只是在受罚之前，儿臣有一物诚与父皇预览。
取你的刀来。断了！太神奇了，太厉害了！这什么兵刃啊？什么神兵啊？绝世神兵，此刀坚韧锋利，胜我大楚将士手中兵刃10倍。有此利器，何惧大赵铁骑？父皇明鉴，此乃儿臣昨日棘手铁匠铺，命其工匠，以儿臣机缘所得心法锻打而成，其坚韧与锋利程度胜过大楚军中制式兵刃10倍。好，不愧是我大楚的皇子。父皇，儿臣昨日盘下铁匠铺，就是为了验证此法，此乃儿臣献与父皇、献与大楚的一份心意。只是此法出城，儿臣想待工艺成熟之后再献于御前，却不曾想四皇兄不闻不问，便带人强闯，横加阻挠、诬陷、构害于儿臣，以至于儿臣未能及时禀明，反酿成今日之祸。老子跋扈愚蠢，今日即便不死，日后也难堪大用。死了也罢。倒是楚宁杀伐果决，能屈能伸，更献出此等宝刀。楚宁比楚胜的废物强出何止100倍。即便如此，你今日行事也太过鲁莽了。秦鸾殿上兄弟相残，你成何体统啊？你这一刀痛快是痛快了，你让朕如何给你收场啊？儿臣知错，儿臣一时激愤，犯下如此大错，愿领任何责罚，以儆效尤。罢了，事已至此，楚宁，儿臣在。你殿前失仪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朕命你集合全部工匠，全力督造，以此新法锻造之兵器。若做不到，我质量不及今日所献，两罪并罚。楚宁当殿杀了老四，父皇不仅不责罚他，反而放权让他铸造兵器。父皇，楚宁杀了四弟，真的就这样放了他？你在质疑朕的决定？儿臣不敢。儿臣领旨，多谢父皇。至于武圣，构陷兄弟在前，出口悖逆之言在后，阻挠军国重器严制，实属咎由自取。说内务府按郡王立制，从前安葬其生前不法之事，交由有司核查，不得宽纵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，所有人不得再议。会朝。果然，对皇帝来说，看得见的利益永远比血脉更重要。你今日献刀可是立了大功，想要些什么奖赏？看来让掌柜连夜赶工锻出金刚刀，果然是对的。现在赚到银子，有了铁匠铺，接着就剩兵马和粮草了。但是现在勒令赶制兵器，得先招点人手才行。如若可能，儿臣想请父皇特许儿臣组建护卫队伍。就这些？你那柄刀的价值可比一支护卫队要重要的多，不再多要些？父皇能免儿臣死罪，已是开恩，不敢贪心。好，有这份沉稳便好。朕晚些时候便下旨，命兵部侍郎冯安国为你亲自招募亲卫，不仅有退伍老兵，还有待充军的死囚战俘，人手管够，任你挑选。谢父皇。好了，你回去准备吧。儿臣明白，儿臣先告退了。蓬莱郡王其实挺聪明的，光是石巧夺下四皇子铁匠铺这一招，就足够令人惊奇。郡王殿下这方面倒是和陛下您很像呢。马屁精！楚宁胆小归胆小，可是他的这股聪明劲儿还真是像极了朕。可惜啊，朕没能亲手培养他18年，不然他能比现在更优秀。行了，这件事就此了结。老四自己惹的祸，被楚宁杀了也是他自己活该。公只因为把老四底下的脏东西清理干净，不管如何，不可影响到楚宁上前线的事。老奴遵旨。你说这些年，要是宁儿没有流落在外，
留在朕的身边，朕把储君之位给他，朕是不是就能早些卸下担子？颐养天年了。陛下这是动了换宠的心思。楚宁这么好的孩子，真让他这么去送死，是不是有点可惜了？陛下想要楚宁殿下留种？太子今日在金銮殿的表现，朕很不满意，优柔寡断，只知构陷兄弟，难堪大用。我太子真是养废了，这皇位留给孙辈也不是不行。老明啊，你即刻去查京中所有王公贵族、大臣、府邸，凡有适龄待嫁女子，都一一给朕报上来。是。朕要给楚宁寻一桩婚事，楚宁人可以去战场，但这种必须留下。此乃太傅孙女，年方28，饱读诗书。年龄太小了，而且太傅他不会同意。这是户部侍郎的女儿，年纪正好18，而且尚未出阁。刘爱卿，不行，那老东西脾气太臭，朕可不想惹他。哎呦，你这个老东西狡猾呀！你只让朕选，你在这偷懒啊！你倒是给朕说个合适的。陛下，老奴确实有一人选。前朝皇族后裔沈氏之女沈婉莹，其长相绝美，素有大楚第一才女之称，而且沈家世袭郡主，与18殿下的身份也能对应得上。前朝后裔倒是可以借此拴住楚，绝了楚宁夺嫡的心思，老实备战。对了，这个沈家是不是一直与这冯家交好？我记得沈家老家主战死沙场之后，一直是冯安国这个老东西帮着前后打点。哎呀，赵明啊，还是你更懂朕啊！这下就不怕冯安国不听楚宁的话了。好，即刻传旨赐婚，楚宁与沈婉莹，待完婚之后再去战场。是。殿下，我们已经成功与全京城70%铁匠铺达成合作，估计只需不出5日，便可打造出装备800副。这锻造的效率比我预期还是低了，不过暂时还没有更好的锻造技术，这事还真是急不得。不过等店铺运转起来，资金回流，银子也就不缺了。现在当务之急是帮本王搞定护卫的问题。朝堂上这么一闹，不知道多少人盯上了本王。宿主触发新任务，成功收服8000名士兵作为护卫，可获得奖励天宫开悟全解。真是想什么来什么！此前改变炼体技术，凭借只是灵性技艺，靠反复试错才能成功。天宫开悟记载了5000名各种工艺炼制方法，有了这次，我造兵器就不怕抓瞎了。圣旨到。18皇子楚宁愿为国效力，朕深感欣慰。特许其组建亲兵护卫队伍，并特赐婚沈婉莹郡主。待完婚后，前往前线。恭喜殿下，居然可以与堂堂沈家千金结为连理。你是个鬼！还有不到1个月，本王就要去前线，这时候不让我招兵买马，让我结婚，这婚约80%有问题。而且沈家堂堂世袭郡主，怎么可能看上我一个私生皇子？就算看上我，也不敢娶。兵马粮草才是关键，女人只会影响我拔刀的速度。不过当务之急还是跟本王搞定亲卫队伍。备车，本王要去兵部驻地。
木兰，你的心乱了。这不公平啊！婉莹你才貌双绝，京城多少贵公子喜欢，如今只能嫁给那个替死鬼皇子。可是皇命难违，沈家又能怎么办呢？我爹是兵部侍郎，我这就回去求我爹，让他恳请陛下收回成命。木兰，不可！此番赐婚，明显是知道沈冯两家关系交好，让冯伯父安心听那18皇子调遣。若是此时抗旨，恐怕会惹怒龙颜，这两家遭殃的。可他此去前线，必然凶多吉少。你若是嫁过去，岂不是给他守寡？对了，我们可以去找那个楚宁啊。他要是去前线的话，必然需要很多东西，我们给他一点好处，这样就让他自己去找陛下收回这桩婚事。这倒也是个办法。沈家虽不进朝堂，但在大楚也掌握了大量的粮草。若是他识相，我沈家自然可以资助他些许。那正好，陛下今天下旨让我爹帮助他建立亲卫队伍，现在他肯定在兵营挑人呢，我们这就去。木兰，我……下官见过蓬莱郡王，不知蓬莱郡王驾到，有何贵干？现在前线告急，我听父皇说有不少俘虏和死囚用于充军，都是冯侍郎在看管。我想从中挑选部位。殿下，这些可都是些亡命之徒，桀骜不驯，凶性难改。殿下要是组建自己的亲卫，不妨下官在军中为您择优挑选。冯侍郎，陛下命你协助组建亲卫，选什么样的人是本王自己说的算。把囚犯花名册给本王拿了。殿下，这其中不乏俘虏和重刑囚犯，共计9700余人，都在此册。9000多字啊！这群桀骜不驯的亡命徒才是最能打仗的精兵，正好直接完成系统扩军任务，赚翻了！不用选了，这9700人，本王全要了。什么？殿下，这其中不乏敌国的汉族和叛乱余孽，个个都是极难管束。这么多人，殿下您……那就先去把领头的人给我叫来，立刻！兵部的人都是心高气傲，只服拳头大的，他不会真以为兵部的兵能听他调用吧？但是我看他那番自信的样子，说不定真有什么办法。骁骑校尉冉明见过郡王殿下。好，都听清楚，本王乃18皇子楚宁，奉旨赶赴边关抵御大赵。从现在起，你们所有人被本王征调。又来个镀金的皇子，想拿咱们的命给他铺路呢？你有问题？现在谁不知道前线断粮了？跟着你一个没打过仗的皇子，不就是送死吗？就是啊，咱们这帮人去了也是天勾的命。皇子，我们还想混呢。哦，既然如此，关于我们走，这可没有我想要的人啊！本以为兵部和死囚营里关着的多少是些有血性的战狼，没想到今日一见，原来是一群只会窝里呲牙的野狗。叫人了！什么东西？什么人呢？真是说够了没有啊？郡王殿下，台下这些人虽然是戴罪之身，但是也都是军中儿郎，将士好汉。郡王殿下此言辱人太甚，今日若是不给我等一个合理的说法，恐怕斩于不重了。就是啊，殿下，我砍的脑袋比你吃的馒头都多，一个刀都没拿过的人，凭什么说我们呀？对啊，凭什么呀？就是唧唧歪歪的。就凭本王敢去，你们不敢？我承认我没上过战场，我也承认我怕死，但我更怕有天我儿女问我，当你国门破了，你在哪儿？从小我娘就告诉我，男儿立于世，有所为，有所不为。如今国难当头，匹夫有责，我一个皇子，
都敢自愿请缨赶赴战场，你们呢？你们的同乡弟兄骨头都烂在边境了，人却在这畏畏缩缩，都不如我一个手无缚鸡的皇子有勇气。看着我，本王问你，若大赵踏破了我大楚的边界，你们的妻儿都会沦为奴隶，这是你们愿意看到的吗？不是。本王最后再说一句，如今大赵的刀已经架在我大楚的脖子上，但凡是有些血性的，就给本王站出来。1个月后，随本王出征。本王在此立誓，必承尔等先锋之任，直插大赵倾覆。末将愿追随郡王殿下，奔赴前线。原以为殿下是贪生怕死之辈，选得我等来做护卫，没想到殿下有此等宏愿，刚才对我得罪。任明愿追随殿下，赴汤蹈火。妈的，就这出！只要你小子不骗咱们，老子跟你干！我也跟你干！咱们这条命早该丢在战场上。愿追随郡王殿下，杀赵狗，救大楚。都在手，跟我走！杀赵狗，救大楚！杀赵狗，救大楚！杀赵狗，救大楚！救大楚！怎么回事？听他说这一番话，居然有些心跳加速。检测到冉明中心值高于90%，请问宿主是否绑定武将？绑定。绑定成功，冉明中心值自动锁定100%。受冉明影响，兵营全体士卒对宿主忠诚度上升20%，收服护卫完成，奖励天宫开悟全解。天宫开悟可是记载了5000年工业智慧的神书啊！改进冶炼，革新装备，甚至制造这个时代没有的利器都不再是空想。假以时日，我的军队装备将彻底碾压对手。冉明，末将在。本王知你当年血战边关，独你一个人杀出重围，是真正的男儿，真血性，真豪杰。本王再问你一次，可愿随本王再赴边关，替你那些死去的兄弟讨个公道？末将愿为殿下前驱，此生死命，但凭驱使，必将这仇寇之血祭奠，承报在天之灵。好，本王给你半个月时间，将这些士兵死囚编练成军。这次再赴边关，不仅是赴死，更是建功立业、封妻印子的机会。你们全力辅佐冉教尉。末将领命。没想到冉少尉这等悍将，居然也被他3言2语收复的死心塌地。这家伙好像真有点本事。这不正说明他的话确实说到人心里？之前是我们真的小觑他了。婉莹，你不会看上这家伙了吧？胡说八道。走吧，去打个招呼。楚宁殿下，二位是？殿下，这位是兵部侍郎之女冯木兰，而这位是沈家大小姐沈婉莹，您的未婚妻。见过沈郡主。按照礼数，今日该是我上沈府拜访才对，不曾想在这儿遇上，真是失礼。殿下言重了，反倒是殿下在忙于国事，小女子来此打扰了。刚刚听闻殿下在训话，当真是鼓舞人心，令人敬佩。刚才看你在台上讲话，没想到你弱不禁风的样子，说话倒是有一套。冯姑娘才是，巾帼不让须眉。好了，不跟你绕弯子了，我们今天其实是来……郡王殿下，郡王殿下，方才好大的威风！末将听闻殿下欲将死囚与兵部2家子将同编成军，此等安排成何体统？岂不辱没了我兵部将士的身份，玷污我大楚军旗？何清源，你少在这里煽风点火！他是你跟从。何清源，工部尚书何鹏的独子，这人缠着我与木兰。冯木兰竟对其他男人如此在意，连我都未曾见过他这般神色，连沈郡主也对他如此青睐，一个将死无用的皇子也配跟我抢女人，正好给他点教训，再去太子殿下面前请功。
看来又是一个太子的草包走狗。何公子，你是对本王的安排有意见？不错，殿下此举实在很难不让人怀疑。莫非是殿下没能力统领我大楚虎贲之势，只敢用死囚代替，方便长功？更何况打仗靠的不是嘴皮子。若殿下有真本事，不妨拿出点真本事给大家伙看看啊！你想？简单，弓马骑射乃是我将者之根本。本公子今日奉父之命，造新制禁弩，送兵部验收。殿下若真有雄心壮志，不妨和本公子对赌一局，就赌射术。若殿下胜我，这300弩500弓，本将做主，全数赠与殿下。若殿下不慎落败，只需当众承认自己无能，不配执掌兵权。这弩被做了手脚，看来他想要借机让我出手，动摇我的决心，还想我的命，真是没脑子的蠢货。不过这批禁弩的工艺倒是不错，正好给他玩玩，顺道把工匠粮草全坑过来。不够，赌注不公平。如果我败了，则是动摇军心，而你，则是付出一些本就该交付兵部的军械。你真当本王好欺负？你还要什么？除了军械，再加5000担粮草，还有工部制造这些军器20名核心工匠，全部归我要钱。好，就用我的禁弩，一言为定，绝不反悔。蠢货，等你拉弦炸膛，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哼，爽快！那就请沈郡主和冯姑娘做个见证。楚宁，你可不许丢脸，我看好你。改明，射吧！我要让将士们看看，我带你们去北境靠的是真本事。是。殿下，他如此自信，恐怕有诈，不如让属下去比。不必，他小财物，在女人面前显摆自己，光是那点隐约还不足以让我动心。我要是要诱他入局，让他知道人心险恶的。喂，何清源，你是男人不是？让楚宁拿一把制式弓，跟你一把弩比试。我们只是说要比射御，又没规定非要用弓还是弩。郡王殿下若是想用，可以自己弄一把弩来。不过殿下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输得太难看的。没关系，这样才能让他输得心服口服呢。殿下，制式弓是给老将用的，殿下若是拉不开，弓部倒是有给孩童制造的弩。老大，这郡王殿下能赢吗？那何青云的剑术在咱们营里边可是排得上前5的。不知道，但是看郡王殿下如此自信，应该有所倚仗。且看吧，兄弟们，压住啊！压何青云的，前方我这边；压郡王的，前方他那边。我压住！我压住！我压何青云！哎呀，怎么比？看到百步外那棵系着红绸的树了？林中共有3个指定点位，路径不同，我们各自选一条，先抵达射位，方可拉弓。谁先射中3箭，便是胜者。规则简单，我喜欢。殿下可别忘了，我要是赢了，木兰妹妹可是要陪我夜游京城的。谁要陪你？楚宁，你必须给我赢！虽然你们俩都很讨厌，但我更讨厌他。如果你赢了，我就答应你撮合你和婉莹姐。木兰，这妮子虽然脾气不好，但是真是性强。撮合就不必了，但我若侥幸赢了，沈郡主管我底下人吃喝怎么样？好，我答应你。既然都准备好了，准备开始。为了追求银木兰，我可是拼了命一身攻术，一个替死鬼也敢与我争斗，定要你丢尽脸面，将你皇子的尊严都踩在脚下！
现在还要跟我比吗？赢了！婉莹姐，你看到了吗？楚宁太厉害了！宁王殿下赢了！没想到这宁王殿下居然如此擅长这射日之术，这比兵部最强的弓手还要强啊！那咱跟着他，是不是真有混头也说不定啊！哎，这宁王殿下可是威武啊！刚才的讲话只是激起这些士兵的血性，现在这些人看到这番实力，更加真心愿意臣服于他。现在你还要跟我比吗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你的长弓怎么可能赢得过我的劲弩？定是你做了手脚。何清源，你连楚宁都比不过，还想约我？做梦！去死！好，偷袭！殿下，殿下！我居然徒手接近！殿下，殿下，殿下！啊！何公子射死人了！杀人啊！殿下，楚宁，你王殿下，好疼！楚宁，殿下，你怎么样了？没受伤吧？殿下，别推我！等等，装像一点。不是，你别碰瓷儿啊！你伤哪儿了？我疼，但我说不上具体哪块疼，就是浑身上下都疼。何青云，这个案件伤及皇子，此来死罪。今日你休想离开。跟我没关系啊，这是意外。我明明瞄准他大腿，怎么会往胸口钻？我只是想教训他，可没有想让他死啊！而且刚才他明明接住了我的剑，难道我失忆了？不得无礼！我这伤啊，没有1个月，怕是好不了了。只能上书父皇，让何公子这种年少有为的俊杰替我出征啊！不，殿下不可！要是让爹和陛下知道是我影响了前往前线之事，我就死定了。在下也略懂医术，要不我帮你看看？休想对殿下无礼！婉莹，这可怎么办？要不我去军营把军医给找来？木兰，别着急，这家伙做戏给咱们看的啊！何公子，殿下今日是因与你比试才遭此意外，殿下的玉体受损乃是事实，若是陛下问起，总要有个交代才是。对，何清源，都怪你非要与楚宁比试，害得现在受了伤，你得负责。我今日确实青云鲁莽，致使殿下受伤，请殿下明示，如何才能弥补？哎，何公子，我相信何公子是无心之举，本王岂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？除了赌约之外，您再随便给个3、50万两汤药费，还有粮草、补品什么的就够了。你狮子大开口，你臭不要脸！你狮子大开口，你臭不要脸！哎呀！何公子杀皇子了！你别胡说八道啊！本以为这个坏家伙只会让皇子伤害压人，没想到意外的机灵，赢了赌约还能另外白赚一笔物资，他到底还有多少惊喜？哎呀！行，我给行了吧？但是我现在身上就只有2万两银票了。这又何妨？银子、粮草本就不是一时之间能凑齐的，不如让我沈家做个见证。何公子回去告诉何尚书，待物资集齐以后送到郡王府去吧。他在帮我找机会坑何清源他爹，皇帝给我整的这冷还挺上当。可这是要让我父亲知道了，定会责怪一番的。哎呀，你看殿下让你伤成这样，若是传出去，说工部尚书独子蓄意谋害皇子，这不相当于把把柄送到了何尚书的政敌手中去吗？倒不如
拿些物资私了算了。哎呦，好，沈郡主言之有理，我这就回去找父亲筹备物资，送到郡王府上。殿下，你没事吧？楚宁，你装的也太像了，把我们都骗过去了。兵不厌诈，今天多谢沈郡主帮我打配合，这个人请我记下。婉莹今日前来，其实是另有要事，殿下不如进一步说话。我跟你直说了，殿下，今日我其实是来，其实是为了退婚的，毕竟上战场嘛，九死一生，不愿意也正常。既然殿下心里有数，那就好说了。只要你答应向陛下提出退婚，我沈家在你出征前愿意提供些许的粮草作为交换。你沈家有粮？我沈家虽然不进朝堂，但在民间根基夯实，掌握着大楚最大的私粮粮仓。我沈家愿意提供15万担粮草作为退婚的补偿。殿下，您意下如何？秦粮兵马，解决钱和兵马，刚还在发愁怎么解决粮草问题，这就来了。沈郡主很是上道嘛，不过区15万担粮食可不够，本王要120万担。120万担？不行，你倒不如去抢。抢可没这么快。 120万担太多，最多30万担。啊？沈郡主区30万担就想打发本王，也行啊，反正这婚约是陛下定的，我也不想出这个头，毕竟结婚对我也没什么坏处啊。你120万？不行，30万担。沈郡主讨价还价这么不诚心，我看你分明就是不想退婚，想留在我身边吧？你无耻！沈郡主，我知道你们觉得楚赵此战难有胜算，但我不这么想。我要粮，不仅仅是为了私心，我要那些兄弟们跟着我回家。他这副认真的样子，也太让人把持不住了。120万担实在太多了。 纵使我沈家，一时之间也难以凑齐。就知道沈郡主人美心善。我楚宁虽不是什么君子，但我说到的事，一定做到。我想知道，你真的要以一己之力对抗大赵的30万大军吗？谁说我一个人的？现在不还有你吗？婉莹，怎么样了？ 哎，你脸咋这么红啊？可能是这日头有一些晒吧。晒吗？今天这一套不仅解决了兵魔，还筹集了粮草，哼，简直是太值了。沈郡主、冯女侠，本王还有些事就告退了。来，麻烦你帮我照顾好她，本王现在可不能没有她。啊？你不会真的看上她了吧？ 才没有呢，我只是觉得他似乎并没有打算去送死。陛下，老奴刚得了消息，今日楚宁殿下与工部尚书之子何青云比试弓术时，被何青云的弓箭所伤。什么？好大的胆子，敢对朕的儿子放箭！楚宁是怎么应对的？啊，楚宁殿下似乎没有大碍，反倒是靠着 碰瓷耍无赖，从何青云那儿坑了不少银两补品。虽然方法有些卑鄙，但是懂得顺势而为，没吃亏就行。可是郡王与何青云商议，点名要何鹏亲自上门，将钱和补品送往郡王府。他这是想连何青云他爹一起坑啊！啊！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儿子。想要得到的东西，别管用什么方法和手段，都一定要得到。谁叫他何家自己没教好儿子，被宁儿坑了，他也只能认栽。对了，
沈家那丫头是不是也去找宁儿了？啊，听影卫回报，两人似乎还私聊了一番，具体交谈内容不知。但是沈郡主回到兵营时神态妩媚这小子有点手段啊！朕刚给他赐婚，他就把人家姑娘拿下了。哎呀，这小子杀伐果断，聪慧过人，连这对付女人的方法都跟他爹一样厉害。父皇，儿臣求见。他来找朕做什么？让他进来吧。哎，见。儿臣见过父皇。宁儿，今日来找朕，何事啊？儿臣请父皇与沈家退婚。退婚？沈家是名门望族，虽无实权，但底蕴犹在。与沈家联姻，这在朝堂上也是你的一个倚仗。你有何不满吗？不，沈郡主国色天香，才学过人。但儿臣此去边境九死一生，不敢耽误沈家千金郡主的婚约。就因为这，你是朕的儿子，怎么连争一个女人的勇气都没有啊？父皇明鉴，儿臣不是不敢争，而是不能争。哦，皇祖父当年鼎定天下，允许沈家及前朝皇族安居京城，此乃彰显我皇族的仁德之举。如今逼迫沈家下女，恐有损我皇室的人名。而且眼下大楚与大赵交战，前线急需粮秣，若沈郡主因婚约心生怨怼，断了公粮之念，恐因小失大，误了大事。宁儿，你处处为朕，事事为大楚着想，可是你也应该多为自己想想。与沈家结亲，在朝在野都是不小的助力。儿臣多谢父皇关怀，但儿臣既已决意为国效力，便再无儿女情长。若真要成婚，待儿臣他日侥幸得还，再谈不迟。这小子该不会是猜到了我给他赐婚的目的了吧？这么百般不忍。罢了，既然你执意如此，可是圣旨已下，天下皆知，骤然废除，有损我皇家颜面。这样，婚约暂不解除，你与沈婉莹改为定婚，待你北伐归来再论。你看能接受吗？我都这样了，还不答应退婚，这婚约绝对有可能。儿臣多谢父皇体恤。还有事？父皇，儿臣离京前诸事以大势备齐，今日又琢磨了一些新花样，能助我大楚战胜大赵。还请父皇明日有片刻闲暇时间，移下府中，亲临过目一二。哦，有什么东西要朕亲自去看？让儿臣卖个关子，等明日父皇来了便知。朕知道了，朕明日会去的。那明日儿臣在府上静候父皇。儿臣告退。这臭小子，才几日不见，都算计到朕的头上了。哼，不过就是想借朕的势压一压何鹏，好让他要东西罢了。那陛下，您是去还是不去？去，当然去。这小子主动落子，想算计别人，朕就想看看还有没有资格上朕的棋局。难道陛下想废了太子，让楚宁加入夺嫡之争这盘棋局？殿下，属下有一事不明，与沈家联姻，沈家便与殿下利益一体，筹措军粮军资，岂非名正言顺？但是殿下为何要答应沈郡主退婚的交易？魏远，你是觉得我错过了一个拉拢大家族的机会？我早就跟你说过，前线战事紧急，父皇不催我买粮买兵吗？反而赐婚本就不合常理。如果我答应婚约，沈家会成为众皇子拿捏我的软肋，所以至少在明面上，我和沈婉莹关系不能太好。现在这个合作购置粮草的关系就正合适。属下受教了。那咱们之后需要做什么？人粮靠着铁匠部开始有起色，兵马由冉教委帮我训练，粮草嘛由沈家支持，加上我郡王府自行购买，前线足够用了。
最后还是这个兵器问题。殿下是觉得这个铁匠铺的工匠不行？不是，这些匠人终究是以打短兵以农具为主。如果真遇上攻城利器，恐怕只会两眼一抹黑。所以我们需要更专业的匠人。哎，前几日我才献给父皇的技术，工部的工匠今日就用在军事上，可想而知能力有多出众。如果有这些匠人，我们还愁什么装备啊？啊，所以殿下你一直诱这个何青云入局，实则是为了何尚书。不错，何青云才多少油水啊？其父何鹏掌管着大楚的匠人和制铁材料，他才是本王的终极目标。殿下思虑周全，属下佩服。何家是太子的党羽，如果我坑何家，太子肯定会插手。去，让工方把此物做出来，所需材料和银两随时调取，务必在明日午时给本王做出来。黑火药，此物可是扭转战局的利器，我不要求威力大到能伤人，起码能让我听见响就够了。是，属下现在就去安排。太子殿下，你要替我做主啊！那楚宁哪里是什么皇子，分明是强盗，是土匪。还说这还不怪你？你大为父不知道他是给你设的局吗？他一个将死之人，你好端端的你惹他干什么？不过是太子殿下找回来的替死鬼，如今不仅抢了陛下的偏爱，还敢骑到咱们头上。这个可恶的楚宁，打狗还要看主人的，分明是没有把本宫放在眼里。殿下圣明，可我儿在众目睽睽之下伤及皇子已成事实，咱们赖不掉啊。哼，这有什么的？他不是想要你们何家的钱粮吗？好，那我们就给他，而且要大张旗鼓，人尽皆知。殿下的意思是要让他在所有百姓面前丢脸，这样陛下不得不为了维护皇家尊严而惩罚楚宁。阿鹏，明日本宫会随你们一同去。是。楚宁，你若老老实实在京城待着，那你还能活1个月。可你忍了本宫，那你就得死。儿臣欢迎父皇光临。宁儿，你穿成这样是做什么？这是戏服，父皇不必在意。关羽，把东西拿出来。这是你要给朕看的东西？父皇，此物名为轰天雷，您可别小看这玩意儿啊！只需要1颗，便可杀伤3步之内的所有敌人。宁儿，你可知你刚才所说意味着什么？儿臣不敢欺骗父皇，有此物，我大楚便又多了1分胜算。儿臣愿将此物献给父皇。好，好啊！不愧是我大楚的福星啊！殿下，由尚书携子求见。父皇，儿臣先去处理些琐事。啊，你去吧，朕再看看你这份礼物。你不是说他只是受了点轻伤，这都剥得跟粽子似的，是轻伤？爹，他这肯定是装的，就为了讹咱们。老臣何鹏携犬子青云特来向蓬莱郡王殿下请罪。何尚书不必多礼，都怪我自己学艺不精，这还连累何尚书亲自登门。殿下，这是35万两白银，以及一些调理身体的药材，表表歉意。何尚书，你这严重了，这些东西我就收下了。只是我的伤啊，恐怕难上战场。父皇怪罪下来，这该如何是好啊？这厮眼都不点了，就要明抢了。此事皆因犬子而起，如有任何的要求，老臣定当竭尽全力。既然如此，本王确实有一桩难事，或许只有何尚书能解。如今前线战事焦灼，军械损耗严重，普通的将领难堪大任。本王想要公布3000赎功，随军出征。3000？
我们工部登录在册的熟练工匠，加在一起的话，也不过是3500余人。殿下您一口就要走3000，是不是过分了？何尚书，本王本可以将你工部工匠悉数要走，却还给你留了500人，难道还不够善良吗？何尚书，本王不光要你工匠，还要你工部10万斤铁料。厨娘，你别太过分了，全部工匠要走也就罢了，还要铁料。 3000工匠，关乎京畿工程之根本。若是因为人手不足出了问题，就算是殿下您也担待不起呀。本人。何尚书，如果你如此态度，本王只能上书父，请何家父子亲自上前线。 督导随军了，殿下，工部人员调度那得按规矩，凡大宗物料调配，最次那也得要经过东宫的核准。殿下您如此强索，下官不能从命。何尚书说的没错，10万斤铁，3000工匠，你张口就要搬空半个工部，威逼索要，视朝廷法度为何物啊？太子皇兄。 臣弟自幼生活在民间，确实不知道这朝廷还有如此繁琐的规矩。不知，好一个不知啊！在皇室不懂规矩就是最大的罪过。强索工部却不告知本宫，这就是越权。哦，可是工部乃至天下的官员，任免赏罚都应该由父皇顾。皇兄如此做，难道要越过父皇不成？哎呀，哎呀！ 春明，你在质疑本宫吗？本宫奉旨监国协理政务，这工部之事自然管得。皇兄，您就不怕父皇知道，怪罪吗？父皇日理万机，岂会管你这点屁事儿啊？楚明，你得清楚，在这京城有些事儿，父皇还真管不了啊。你觉得本宫若想让你在这京城消失？ 很难吗？皇兄教训的是，臣弟知错了。方才我还是挺应景，到底是个上了台面的别人，稍微一笑便原形毕露。怎么怕了吗？不是想要东西吗？好，那你就当街跪下，给本宫磕3个响头啊！跪3。 跪啊，跪足了，跪到本宫满意了。2、1，逆子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参见陛下。父皇，你怎么来了？ 好啊，好得很呐！朕的儿子半月之后就要去边境搏命，朕的太子，朕的工部尚书，却在这光天化日之下逼他下跪。不是的，父皇，不是。儿臣知道了，竟是楚宁这狗杂种，他诬陷我。父皇，不怪哥哥，都怪我，你可千万不要怪哥哥。闭嘴，楚宁，你给我闭嘴！住口！你弟弟现在在帮你说话，你还骂他，你眼里 可还有朕呐！父皇明鉴，是儿臣见18弟行事会有僭越，有损朝廷法度，才出言规劝的。儿臣所做，全是为了维护您和朝廷的体统啊！维护体统，好一个维护体统！我看他楚宁平时行事虽然跳脱，但是句句不离前线，处处心系将士。他索要铁匠工料，为了谁？起来，明儿，今日之事，你受委屈了。你说此事，朕该如何处置？父皇息怒，皇兄所言亦不无道理，国无法不立。儿臣今日确实有思虑不周之处。何尚书掌管工部，如今大战在即，前线急需仰仗工部，还望父皇以国为重。你总是这般为他人着想，若是你的皇兄们也能像你一般想法，那就好了。罢了，太子，儿臣在。
你身为储君，不辨是非，不训兄弟，当众折辱为国赴难的血亲，你还胆敢越过朕办事，重则50大板。50大板！父皇，父皇饶命啊！父皇饶命啊！即日起，将你手中监国理政之权交予二皇子处理，你给我好好闭门思过。若是再犯，朕绝不容情。父皇，父皇，儿臣知错了，儿臣知错了，父皇。父皇，父皇，父皇！何鹏，老臣在。朕念在你多年勤勉，且保留一尚书之位，罚俸3年以儆效尤，3000工匠，按楚宁所需调配。另外，你何家自掏腰包准备20万铁料给楚宁。若是做不到，或是有半分遗漏或延误，朕唯你是问。老臣谢陛下隆恩，老臣定当竭尽全力，不敢怠慢。父皇，何青云，你履生事短，即日起革去所有职位，罚去看守城门，如朕旨意，不得擅离。今日之事到此为止。若是让朕知道有人阳奉阴违，或是对楚宁有半分刁难阻碍，朕绝不轻饶。都捆下去！儿臣今日多谢父皇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在外人面前装装样子就可以了，赶紧把你这身白布拆了吧。没办法嘛，儿臣无权无势，只能出此下策来骗点银钱和体谅。我说你小子，你要的人可不少啊！父皇放心，儿臣如今得了心法，不仅研制出了黑火药，而且锻造出的刀更是比前几日的坚韧3倍有质。父皇，这3000工匠更是如虎添翼啊！哎呀，好，你小子！哎，对了，你把你那些新鲜玩意儿研究出来，先做一批到宫里让朕瞧瞧。还有，晚上去宫里头陪朕吃顿饭。儿臣遵旨，恭送父皇。啊！现在兵马、粮草、银子、兵器都有了，就等着皇帝下令。出发前躺着等着就行了。殿下，我们名下店铺超过130家，而且营里目前还有1万士兵呢。这如今再增添3000工匠，这管理起来恐怕不简单吧？放心，我早就想到了，咱们管不了，找会管的人不就行了？小姐，按照您的意思，神府已经收购70万担粮食，但是那些粮商知道后纷纷抬高价格，恐怕以后要费不少银子呀。小姐，你看能不能和郡王殿下求求情啊？不行，这毕竟是我已经答应楚宁的，先从府库中预支一些银两，等各个粮庄的资金回流以后，应该就好了。啊，是。王瑶，反正那个家伙也没有完成约定，你何必对他这么好？约定就是约定，况且帮他的忙也算是投资了。我觉得他日后必定不会太差。也不知道那臭家伙到底有什么好，让你这样伤心。在背后说别人坏话，可不是什么好习惯。郡王殿下，今天怎么有时间来拜访沈府啊？自然是有事拜托沈郡主的。哎，你狮子大开口，让婉莹筹措120万担粮草还不够，现在又要加重他的负担。木兰，听说沈府现在银两运转不好，不过都是些许小事，沈家还能应付，就不劳殿下费心了。我的确说过让你筹措粮草，但我可没说让你一个人扛下所有问题。我今天来，正好是来解决你的问题。那殿下有什么法子？今天我从何鹏那儿坑来了3000工匠和足20万斤铁料，再加上我几乎盘下了京城7成的铁匠铺子，现在资金回流了，那些利润足够解决你的问题。
还有我从其他皇子手上得来的这些生意，我打算交给你打理，所得利润你七我三，怎么样？哎，你居然舍得吃这么大亏？我的银子只有换成粮草兵马才有用。我和神府现在可是一条绳上的合作伙伴，我坑谁也不能坑自己人，更别说婉莹现在是我的未婚妻。只有神府好好的，我才安心。你刚刚说的我明白了，这个忙我帮，就按你说的做吧。那我呢？你们俩倒是一往情深了，我怎么办？你能干什么？我怎么啦？我可是3岁学武，就连皇宫的禁军都不一定打得过我。好，刚好兵部那1万人，只有冉教我一个人训练，太花费时间了。你有空的话，就去帮帮忙。这没问题。那我的好处是什么？你个讨厌鬼！啊！你们小心一些。开玩笑的。那个父皇叫我进宫回去吃饭，我先回去了。哎，楚宁，你可占我便宜！你给我等着！儿臣见过父皇。啊，今日贾也，不必拘礼。来，宁儿，现在1月之期过半月，朕让你召集兵马粮草，准备的如何了？托父皇的福，银子嘛靠着兵器生意赚了一些，只是这粮草还在筹措中。哎，今日多亏父皇，让儿臣得了3000弓箭随军。懂得借势，那也是你的本事。朕只是好奇，若是朕今天没去，你打算如何应对？有东西想干嘛？试探我？父皇，儿臣只会耍一些小聪明。您要是今天没赖着郡王府，那儿臣还不得跪在地上抱着和尚叔的大腿嚎哭，求着和尚叔和太子皇兄啊！你也不必自谦，你这些皇兄中啊，有野心的不少，有手段能实现野心的可不多呀。有手段又能不恃才傲物的，懂得藏拙、韬光养晦的，更加难得。不知父皇说的哪位皇兄啊？朕只是一个当爹的，跟儿子随意聊两句罢了。哎呀，可叹呐，朕有这么多儿子，却没有一个人可以托付。想找个人接下自己的担子，真不是件容易的事。宁儿，你说对不对呀？检测到皇帝楚怀对宿主的认可与栽培，宿主正式加入夺嫡之争。发布任务，让太子吃瘪，可以获得奖励系统空间，空间大小根据任务对象吃瘪程度决定，5日后结算。我去，好小人不好闲，不过系统空间可是好东西啊！有了这个，我以后争就能携带更多资源，必须狠狠坑太子。皇兄们各有所长，儿臣可不敢妄言。儿臣只是一心想守住大主的疆域，所以，父皇，贼眉鼠眼，你又看上朕什么了？现在国库空虚，朕的余库还要用来接济民生的，银子可是没有。父皇放心，儿臣现在确有一法，可以快速筹措一笔可观的军费，解燃眉之急。只是此法呀，容易触动某些人的神经，所以想借父皇的天威而已。你想借朕的玉佩？正是。待儿臣筹措好银子，便还给您。父皇放心，儿臣赚到的银子
一半直接交给父皇，让您接济民生，怎样？哼，这玉佩可以，但你要惹出祸来，朕可不帮你说话啊！得了，饭也吃够了，赶紧滚！得嘞。陛下，陛下，出事了！荷兰郡王拿着您的玉佩，召集了30名禁区前往东宫。这小子胆子真是越来越肥了，居然敢主动招惹太子。随他吧。啊！朕也想看看，到底是楚宁这个磨刀石先死，还是太子这把刀先断。把东宫的东西都给本王搬走。什么人擅闯东宫？这位想必就是太子妃吧？18皇子楚宁，敬18帝私调禁军，强闯东宫，该当何罪？嫂嫂，您误会了，臣弟奉旨取东宫1年的俸禄充作军饷，父皇怕我办事不力，才特调禁军跟随。区区私生子，若不是你带着禁军，本宫都不会多看你一眼。原来如此，只可惜太子今日胜在祠堂思过，不在宫中。皇兄不在啊，没关系，我自己动手。来，拿。等等，18帝特意赶来，想必也累了，不如喝杯茶歇息一下，一切都是可以商量的。门外候命。18帝今日来的实在突然，只可惜库房的钥匙不归妾身管，今日实在难啊。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父皇命我今日之事必须办理，否则必会重罚我。不过说起来，这偌大的一个东宫，珍藏的物件想必价值不菲吧？那是自然。18帝怎么突然说起这个？嫂子的难处小弟明白，但今日之事，小弟必须给父皇一个交代。既然你这东宫拿不出银子，那就拿这些物件去抵债。这瓶子不错，工艺年份，起码价值上千两。失算，本想破印当太子回来，没想到被他盯上了古董，不能让他得逞。18帝莫要开玩笑，这些古董字画都是太子殿下的珍藏。皇兄珍藏，那更得拿了呀！哟，嫂子怎么摔了？哦，嫂子不会想拉扯臣弟，然后诬陷臣弟冲撞嫂嫂吧？哼！啊，不过说起来，臣弟听说嫂嫂与皇兄联姻，是皇兄想稳坐太子之位才拉拢人家。你们虽有夫妻之名，却没有夫妻之实，不知此事是真是假？你别以为我不敢拿你怎么样。那你能拿我怎么样呢？且不说今日本王是奉旨来的东宫，禁军的兄弟们可都看见了，是你留我在房间内的。这事要是捅破，传出去丢脸的也只是你和皇兄。他一个私生子，居然有这般霸气，比太子都要亲近。嫂嫂也不想让皇兄知道，今日你我孤男寡女共处一室吗？你到底想怎么样？我早就说了，拿这些古董字画去抵债，嫂嫂别误会。自己这么大一个美人在他面前，他居然想的是古玩字画。怎么？嫂嫂是嫌我没动手，失望了？小
谁失望了？拿完东西赶紧滚出东宫。早这么说不就好了？进来，干活，把这些东西全部拿走。辛苦各位禁军兄弟了。关云，给他们1人20两银子。多谢王爷。好，走。楚宁，你要将本宫的东西拿去哪儿啊？楚宁，你要将本宫的东西拿去哪儿啊？你好大的胆子，还敢觊觎东宫之物！皇兄息怒，是父皇要用东宫1年的俸禄抵作军饷，这小弟也是奉旨行事啊。放屁！父皇何时说过要拿东宫之物抵债？依本宫看，这就是你自作主张。皇兄，请看，这是父皇的玉佩。居然还真是父皇的玉佩！我最近明明都在祠堂老实抄经，什么事儿都没有犯，父皇怎么会又无缘无故罚我呢？不管，父皇已经罚我禁足，泄露的权不能再拉了。也好，既然是父皇有令，那本宫自然会交出。今日就先请18弟把这些东西给本宫放回去，待本宫筹齐银子之后再给你如何？皇兄，不是小弟我着急，是父皇着急。这前线的军饷和粮草还没着落呢。18弟，是听不懂本宫说话吗？本宫说了，请18弟回去等本宫筹齐银子。18弟是听不懂啊。皇兄，父皇和我约定，今日必须筹措出军饷，等不了。给你面子好生说话，不给你面子一件东西也拿不了。禁军受皇命办事，我看今天谁敢动！今日楚宁是奉陛下之命，此事与他起矛盾，害得陛下怪罪，得不偿失。反正东宫的物件根本无人敢买卖，不如先放他离开，东西日后再讨还。好，楚宁，今日就先放你吧。就喜欢你看我惯我还干不掉的样子。皇兄，这就对了嘛。那小弟先告退了。归云，把这东西给本王拿走。哎呀，哟，你皇兄怎么这么不小心啊？小弟先告退了，等有机会，我一定偿还。今日之耻，本宫记下了。抢夺太子收藏，攻略太子妃，太子吃边值加60，奖励系统空间值加90立方米。任务结算还剩4天。没想到攻略太子妃居然也能让太子吃瘪，这下有意思多了。为了我的边疆大计，必须趁着任务时间狠狠压榨太子。殿下，我们是不是做的太过分了？看太子的脸色，估计轻易不会放过此事吧？关员啊，这赚钱不嫌多。你想啊，这如今打仗花钱如流水，一部分养老婆，一部分还要养兄弟，现在还得给皇帝爹分一部分。哎，不说了，主要是这东宫的物件，恐怕没人敢买，换不成银子吧？一般的商户确实不敢，但皇子就不一样，能让太子吃瘪的机会可是不常有。哎，你去沈府通知一下婉莹。是。看来我来的正是时候。看来沈君主和我越发是心有灵犀了。你先说还是我先说？多亏了你给的银子周转，120万担粮草已经全部提前采买完成，现在正存放在我们沈家的仓库里。真的？哎，我可又给你找了个赚大钱的生意。你是想让我帮你处理这些？聪明。我想以沈家的名义通知各位皇子参加明晚的东宫主题拍卖会，赚到的钱我一分不要，都给你。你只需要分出30%给我继续买粮草就可以了。我想知道，你之前都忙着搜集兵马钱粮，这次怎么突然就主动招惹上太子了？我有我的目的，但你放心，我会保护好你，保护好沈家的。我不是担心这些，我是
有些担心你。我？我先走了，答应我不要回来。太子皇兄，真是巧了。二弟这么高兴，可是遇见什么喜事了？那可不就是有喜事吗？你看，这18弟欲在郡王府搞一个东宫主题拍卖会，这便邀了所有皇子参加呀。怎么，皇兄没收到邀请吗？什么？楚宁这厮竟敢卖东宫的东西！原来皇兄真不知道啊，那是臣弟唐突了。不过皇兄放心，等我从郡王府回来，一定带着宝贝回来让皇兄欣赏。那臣弟就不打扰了，先告辞了。是林飞烟那个女人让我放走楚宁的，楚宁转头就要拍卖本宫的东西。我问你，昨日楚宁都来和太子妃干了些什么？这禀太子，昨日太子妃将楚宁殿下召进房中，便禀退众人。我等只听到一些异响。他们待了多久？太子回来前大约2刻钟。2刻钟？好啊！去你的！说，你和楚宁都干了些什么？殿下在说什么？妾身不明白。还他妈在装呢！说，你有没有做绿本宫的事情？难道妾身在殿下眼里就是如此不知廉耻之人？他娘的！本宫在问你呢，什么时候轮到你反问本宫啊？昨日楚宁来抢东西，是你让本宫放走他的，他今日就敢卖东宫的东西，还说你跟他没事儿，还敢反抗！我打，有本事你就打！你别忘了，你今天能坐稳这太子之位，靠的是我林家的支持。本宫叫你放人，那难道太子殿下不放人，本宫还能以死相逼不成？分明就是你自己管不住那个你找回来的替死鬼，现在人家骑在你头上，你却迁怒于我，好意思吗？本宫不管，反正现在楚宁在卖东宫的东西，若是被我那些弟弟买走，必定损害我东宫脸面。你是太子妃，这就是你的责任。听着，今晚你跟我去一趟郡王府，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，你哭也好，闹也好，必须把本宫所有的东西全部拿回，否则就是你跟楚宁有染，你清楚吗？太子妃，所谓太子妃，就是一个毫无尊严、任人打骂的玩物罢了。好啊，太子，既然你觉得我虐了你，那我便跟楚宁讲戏真做。殿下，沈郡主，各位皇子已经到前院了。行，那拍卖会的事就交给你了，我在这等太子来。你真觉得太子他有可能会来吗？太子极其好面，他可能会亲自来，来的也有可能是太子妃。不管来的是谁，只要跟太子有关系，就能让太子吃瘪。你心中有数标，拍卖会你不必担心。好。哎呀，是时候也该去洗个澡了。殿下，太子妃到了，请他进来。是。如此模样，成何体统？本王现在洗澡，不是这副模样，能是什么模样？少说胡话！本宫今日来是替太子讨回东宫东西的。嫂子也是可怜啊，一个弱女子居然被逼着上门讨东西。此事与你无关，直接说条件吧。究竟要如何才可让本宫把东宫的宝物赎回？本王是公平拍卖，大家都可竞价。如果嫂嫂的银子够多，自然可以全数要回。
其他皇帝家境殷实，都提前准备。我一个弱女子，哪争得过他们？嫂嫂想要东西又不想掏银子，那就看嫂嫂能拿得出什么更有价值的东西了。男人果然都是这个样，反正也打算利用他报复太子。嫂嫂，如果拿不出东西，那就到前面和皇兄们竞价吧。等等。你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反正我一个弱女子，先是被娘家强行嫁给太子，后来被这家伙冷落，现如今甚至动手殴打，从来都没有选择的权利。既然你想要，那我就给你。张婉，你误会了。我误会什么？我这副样子，不就是你想看的？现在装什么纯情？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也嫌弃我？我没有，我总不能说我是为了太子的事业才这么做吧？你不会是不行吧？那你就是觉得我不漂亮，对你来说没有吸引力？当然漂亮，嫂嫂倾国倾城，是男人都忍不住。我跟太子本就是联姻，他满心只有权力，不愿意碰我也就算了。而你，既然不是不行，对我也有兴趣，为何不出手？还是2次，上一次在东宫你只要了古董字画，而这次，嫂嫂，我别叫嫂嫂，叫名字。妃安，首相我有婚约，婉莹这半个月为了我所需粮草兵马，费心费力，我得对她对沈家负责，更何况前线战事焦灼，我想好好活着，所以任何事都要排在前线后面。真的吗？真的。沈婉莹到底做了多大的好事，才能摊上这么一个好男人？好吧，我确实没有银子可以跟你赎回东宫的物件，不过我可以用情报来还。太子私底下与大赵一直有书信往来，此事恐怕连陛下都不知道。什么？太子勾结大赵？我只知道太子打算利用军情交换一些利益，还有过几日大赵便会派来使者跟大楚和谈。现在大赵占尽优势的情况下，他们要和谈，而不是劝降，肯定是前线情况发生变化，让大赵无法继续打仗。这对我倒是个机会，我有更多时间再进一步的积累资源。怎么样？这个消息可以吧？我会交换一部分古董和字画，让你回去好交差。楚宁，如果我真的从那个混蛋身边逃走了，无家可归，你会收留我吗？开玩笑，既然事情解决了，我就先回去了。问你一句，你跟沈婉莹亲过吗？问这个干嘛呀？嫂嫂问你话，回答便是，快说。姑且算是亲过吧。亲的嘴。脸。别多想，只是谢谢你愿意让本宫赎回东宫的物件。你的衣服我穿走了，东西记得送到东宫来，否则我就向太子告发你，我们一起死。怎么办？怎么办？
那个女人要是拿不回来东西，我那些弟弟们肯定要四处宣扬此事啊！怎么样，东西拿回来了没有？太子殿下恕罪，妾身只要回一半。一半？一半也好，总比全被要回来要强。爱妃身上的披肩是？啊，这是郡王殿下怕妾身受凉，特意送给妾身的。什么？怎么？太子殿下是又要拿出那番妾身与楚宁有染的说辞吗？今晚妾身去找楚宁，不仅把该做的、不该做的都做了。这番回答，太子殿下可还满意？哼，爱妃说笑了，本宫相信爱妃不是这样的人，不必说这些气话。本宫命人给你准备了你爱吃的糕点，快去。不必。太子殿下还是清点一番，楚宁送回来的东西是不是东宫出去的东西吧，免得出了问题又要怪罪在妾身身上。可恶！本宫定要联合百官上书父皇，此仇不报，誓不为人。拍卖东宫的物品，除了上交的一部分，还有足足30万两呢，天降横财！是吗？那还真是要恭喜郡王殿下了，不仅得了银子，还占了太子妃便宜。哎，婉莹，这话可不能乱说。是吗？他穿着你的衣服从内殿走出来，说我乱说。好家伙，这妮子不会是在吃我醋啊？婉莹，这虽然我这个人不怎么正经，但我对你那是绝对的专情。是对我沈家的粮草专情吧？婉莹，好了，我承认我和凌飞烟有一点小小的意外，但是我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对付太子。那凌飞烟也是世家大族的千金，她跟太子虽然貌合神离，但是她能坐稳太子妃之位，说明她也不是好惹的。你最好还是离她远一点吧。再说，你就算是纳妾，也纳个知根知底的人，我又不反对。什么？没什么。告诉我呗。没什么。告诉我呗。我不。告诉我呗。我不。放心，你对我的一切，我都记在心里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，还有沈家的。大事不好了！好啊，楚宁，你敢欺负婉莹姐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在，别想打婉莹姐的主意。好了，木兰，你找我们是有什么事吗？哦，我跟百夫长冉明按楚宁的方法训练士兵，9700余人中已有2/3达到要求。冉明托我来问问粮草是否充足，他要按兵种分配。120万担，还差30万担，大概还需要1周的时间才可以筹足完成。不过因为沈家大肆收粮，粮价涨了不少。没关系，筹粮要紧，钱不够就去我郡王府银库里取，再不够我找人要去。哎，你有什么事啊？大事不好了！太子现在联合百官在殿前参殿下您呢。太子现在联合10几个官员上书表奏，赵总管已经差人来传信，说让您入宫一趟。什么？看来8成是因为你私自拿了东宫的东西去拍卖，被太子当成把柄。关云，把本王的佩剑拿来，本王要去进宫取钱。楚宁，你不会又要故技重施吧？陛下，安可蓬莱郡王楚宁，他带人强闯东宫，抢夺太子殿下私产，相同匪类。陛下，此次夺产之后，还召集众皇子公然拍卖，玷污天家体统，朝廷法度何在？群臣上书，看这次父皇还如何包庇你这野种！人证物证俱在，满朝文武皆看在眼里。众卿所奏之事，朕已明了。可楚宁毕竟也是为了大楚筹措军饷啊。陛下，郡王究竟是为公还是为私？
犹未得志。若日后人人效法，这天下岂不是大乱？是啊，陛下，此风绝不可长，请陛下即刻下旨，收缴其非法所得，并严加惩处。蓬莱郡王到。刘景伤人。儿臣楚宁见过父皇。楚宁，刚才众爱卿所奏之事，你认还是不认啊？陛下，铁证如山，有何可问？还请郡王殿下交出拍卖所得银两，全数充公。若郡王拒不交出，便是置国法于不顾。放屁！本王在外拼死筹措军饷，你们这群老狗在金銮殿上狗叫，也配跟本王谈脸面？你们哪来的脸啊？你什么你？本王是不是给你脸了？你吃的俸禄部的银子，有多少钱是本王赚来填进去的？要是没有本王，你们连俸禄都拿不到。就算是如此，那也改变不了你强抢东宫、以下犯上、目无尊长的事实。是啊，陛下，郡王行为确已为治，还请陛下下旨，命其交出拍卖所得银两，以正国法。好一个国法，好一个严惩！你不要乱来啊！当着陛下的面，我们不怕你。钱就是本王的命，谁敢抢本王的钱，本王就自刎归天。宁儿，宁儿，把剑放下！这小子的架势还真是夸张。若是不知道这小子的真面目，朕都要被他给骗了。父皇，儿臣自回宫以来，如履不病。儿臣为何要钱？为何要粮？为的是前线10万将士的命，为的是我大楚的国门。可如今，儿臣一片担心，换来的什么？是攻坚，是构陷，是要夺我父死换来的粮。这让儿臣怎能不心寒呢？我们只是想要银子，并不想逼他去死。他若真的自刎于此，那你我岂不成了逼死皇子的千古罪人啊？哎，主娘，你先把剑放下，万事皆可商议啊！商议？你们可曾与我商议？你们要的是把我抽筋剥骨。也罢，既然这满朝文武容不下一个真心做事的皇子，那这前线儿臣不去也罢。这筹措的军资，尽管拿去分。十八弟不好，今天大概是本官对你有些误会，出征前线的事情已然敲定，岂可儿戏啊？够了，你的剑可以放下，你的钱朕不要。父皇，楚宁所言虽然偏激，但不无道理。我大楚边境之安危，岂能系于一人之财帛？传朕旨意，蓬莱郡王楚宁一心为我，其情可悯，其行可有。所筹银两悉数留作军资，然国之兴亡，匹夫有责。何况满朝诸子，何况楚军？我太子楚威愿以100万两，6部堂官及以上，按俸禄加资，3日内凑足300万两，交予楚宁，充作北伐劳军之用。100万两，父皇，我大楚不能寒了前线将士的心，都不能让一人扛下所有担子。儿臣多谢父皇隆恩，定不负父皇所托。每次都能让这个野种占尽便宜呀！殿下息怒，楚宁如今锋芒正盛，又有陛下维护，再与其纠缠，恐怕得不偿失。反正下月他便要出征，届时天高地远，是生是死不得而知。殿下何必急于一时，再损自身？隐忍？你又让本宫隐忍？太子，是啊，本宫是太子，是储君，你却一而再再而三让我对那个野种退让，这口气本宫咽不下去。我也不允许任何人爬到本宫的头上。等等，这贱人最近似乎总在替他说话，这
正好他们关系不清不楚，可得找个机会试一试，不如就将计就计。罢了，爱妃说的也有道理，是本宫心浮气躁了。他毕竟是替本宫去死，本宫应该大度些。太子，这是什么意思？这样，为表歉意，就由爱妃你去送一份我们东宫的请柬，邀他今晚过府一叙，就说本宫必当面道歉，就由爱妃你亲自接待，以表诚意。妾身遵命。很好，告诉他务必让他前来，本宫准备了一份大礼，等他来取。楚宁、凌飞燕，这次本宫要请君入瓮，将你们一网打尽，这东宫也该彻底清理了。拆卖东宫物品，解决太子党羽逼宫，攻略太子妃，太子吃瘪值加120，系统奖励空间160立方米，系统结算还剩2日。殿下，这是太子送来的邀请函，邀请你参加明晚的东宫晚宴，说是愿意拿出大楚前线布防图赠与殿下。我知道，分明就是黄鼠狼给击败你，没安好心。布防图我倒是不在意，但这说不定是个让太子吃瘪的好机会，错过就太可惜了。这场鸿门宴，殿下还是不要去了。不，我要去。凭我的武功，太子东宫那几个侍卫还困不住我。最糟糕的情况，我也可以找机会去求助父皇。那殿下是否需要手下接应？你带人在宫外等我，万一我出了什么事，你直接去通报父皇。我倒要看看这太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药。记住，把这春风醉掺进楚宁的酒里。是，殿下放心。臣历见过皇兄皇嫂，劳烦二位亲自讲演，实在是折煞臣弟。皇嫂还是这么的光彩照人。郡王过誉了。混账！这对狗男女居然两人都特意打扮，倒显得本王像个拉皮条的小丑。不过我反过来今晚看你们还如何得逞。18弟今日能来，本宫甚是欣慰。酒宴已经备好，请坐。皇兄在帖中说要将前线布防图赠与臣弟，不知……哎，18弟何必心急呀？今日请你来，算是为往日诸多误会向你赔个不是。哎，爱妃，快给18弟倒酒啊！皇兄言重，过去之事臣弟早已不放在心上，也希望皇兄原谅臣弟之前的冒犯之罪。好，那是自然。妾身也敬郡王殿下一杯，多谢殿下前几日晚上的关照。当着我的面就敢如此，故意给宫上眼药是吧？是，干！谢皇兄。来，再来！皇兄，这酒太烈了，臣弟觉得有些热。哦，你看，这许是18弟不胜酒力，无妨，今晚就在东宫歇下。不必麻烦，臣弟拿了布防图就回去。哎，这绝对不行，夜已深，你独自回去，本宫怎能放心啊？今晚你就在东宫休息一晚，明日我亲自将布防图送到你的手上。爱妃，快将18弟扶到寝殿休息。是，殿下。好热。这个太子到底给楚宁下了什么药？你没醉？
你是不是嫌弃我？我上次不就说过了吗？我没有。飞燕，现在不是做这个的时候。那是什么时候？等他带着人冲进来，说你我是的时候。这女人拿这个搞用我干部，额外那孙子耳朵估计都贴门板上了。别紧张，没有的。他给你准备的是春风醉，我也喝了，而且比你喝的只多不少。什么？这对奸夫淫妇狗男女，本宫要你们不得好死，不得好死！进去到了没？本宫要在众目睽睽下捉奸。殿下，禁军副统领已经到了。好，走！楚宁、林飞燕，你们这对狗男女给本宫滚出来！太子皇兄，深夜访此，是有何要事啊？林飞燕人呢？皇嫂，臣弟不知啊。皇兄深夜率禁军至此，踹开房门张口就问皇嫂，这是何意？皇嫂不应该在自己寝殿安歇吗？哼，你少给本宫装蒜！本宫明明听见了，这屋里有女人的声音，定是你与那贱人在此苟且。来，给本宫搜！就算掘地3尺，也把那个贱人给本宫搜出来！启禀殿下，床下无人。禀殿下，屏风后也无。殿下，衣柜内只有衣物。什么？不可能！我明明听见他在这里。太子殿下，皇嫂好心亲自送臣弟至此，早已离去。皇兄认定臣弟与皇嫂有染，臣弟可万万不敢领受此等污蔑，反倒是要问问皇兄，你是如何判断臣弟与皇嫂有染的？还是说，皇兄早就认定了皇嫂会行如此不端之事？要不然，就是皇兄有什么特殊癖好，以此来构陷臣弟。你太子妃贤良淑德，怎会如此？定是本宫担心18弟醉酒，一时情急听差了。原来是一场误会。既然是误会，说开来便好。这天色已晚，臣弟实在是不胜酒力，需要休息。太子殿下，若是无事，可否起驾回宫啊？走！哼！你怎么知道他不会搜桌子底下？太子一心想着捉奸，注意力肯定都在床榻上，而本王就坐在桌前，禁军自然不会搜本王脚下。当然躲不过。倒是凌飞烟现在还不回寝殿，就不怕皇兄杀一个回马枪？没关系，他毕竟还需要我凌家的势力，不会对我怎么着。但是他这样的，我可不打算放过。怎么样，有兴趣跟我合作吗？如果是为了报复太子，我很乐意。合作愉快，我先送你出宫。这个可恶的楚宁，这下不仅没有解决他，还把凌飞燕给赔上了。太子殿下好大的脾气啊！是你，你这个擅自过来，若是被别人发现本宫与大赵私下有联系，你我都得完蛋。太子殿下息怒，在下此刻前来，正是有一处绝好消息，且确保无人察觉。说，我大赵10公主已经启程前往贵国国都，不出3日便可抵达。飞燕公主要亲自过来，若是能得到公主的鼎力相助，何须再靠楚宁那个替死？哼，大楚自己活够了，也莫怪本宫给自己留后路。公主此次亲至，正为此事。不过眼下还有一桩难处，还需太子殿下知情。何事？前方战事胶着，我军有一粮仓意外起火，补给一时难以跟上，战线难以按计划推进。公主此行名为修好，实则还需要些许喘息之机，并筹措些物资。原来如此，放心，只要飞燕公主能帮我除掉楚宁，
粮草之事，本宫来解决。此次大赵派使臣来谈判，而且派赵国天才十公主赵飞燕亲自主事，明显来者不善。该派哪位皇子负责此事，方不堕我大主声威？按礼法，当是太子殿下。那个逆子最近干了混蛋事，让他去，还不把我大楚的脸丢尽了？唉，我的这些皇子只知道内斗，没一个可以替朕分忧的。要是这么说，其他皇子似乎也同样被陛下禁足，只剩下一个王子了。宁儿，她最近在忙什么？朕好久没有见到了。楚宁殿下这半个月来一直在筹措银子、粮草、训练兵马，多亏楚宁殿下上交的部分，这个月的军饷、粮草都已备齐送前线。翻遍整个宗室，能够担此重任的，恐怕也只有楚宁了。决定了，就让楚宁负责此事。传朕旨意，加封蓬莱郡王楚宁为鸿胪寺司兵，由冯安国协助来负责此次接待。下官领命。恭喜宿主完成任务，彻底攻略太子妃林飞烟，让太子吃鞭。任务最终结算，奖励系统空间600立方米。总算完成任务了，是时候也该盘算一下接下来该干嘛。殿下，所有账目清点完毕，各处商铺共得现银约2000万元。粮草方面，沈家交付约130万担，加上我们自行采买的府库现存270万担。军械呢？军械已齐备，新式横刀9700把，长弓3000张，箭矢20万支。甲胄正在加紧砍制，已完成70%。9700余士卒，经冉校尉与冯小姐操练，一堪一战。不错，殿下，这银两虽多，但支出亦巨啊！这采买铁料、粮草、支付工匠安家费、士卒饷银，损耗甚巨。虽说我们现在银两虽仍有结余，但若支撑到边境后的立足与打点，恐怕并不宽裕。可如今本金都投在生意里，还有不到半个月就要出征，恐怕等不到资金回流了，得想办法赚点快钱。但如今朝中的大臣都被我坑了个遍，现在满朝文武见到我都让我倒走，怕是没人可以坑了。圣旨到！我蓬莱郡王楚宁占领鸿胪寺司兵，总揽大赵使节应接待事宜，务须彰我国威，慎勿失仪。钦此。恭喜郡王得了陛下赏识，全权负责与大赵和谈。儿臣接旨。殿下，这个和谈准备怎么办？和谈？如今我大楚前线兴败，士气受挫，他们势头正盛，此时主动和谈，多半是前线出了什么变故，让他们不得不暂停攻势，甚至主动示弱来换取时间和资源。殿下英明啊！老东西一天到晚就会给我找事，这要是办砸，估计前线我就真去不了了。不对，如今朝堂上都被我得罪遍了，都怕我坑他们银子。既然他们不给，我就从赵国使者身上坑银子。哎呀，这好端端的父皇为何让我接待大赵啊？浪费我赚银子的时间。王大人，这都午时了，大赵使者怎么还不来？殿下，臣接到的消息确实是陈使的。大赵使者果然无语。不等了，大伙儿回去休息。殿下，万万不可呀！万一他们突然到了，届时就是我朝招待不周啊！冯大人，既然父皇让我负责这次接待，那一切都听我安排。出了事儿，本王担着。哎，等一下，那好像是大赵的队伍。他就是传说中带领大赵军队杀穿大楚的大赵十公主。出发任务，让大赵来使吃鞭。任务成功，系统奖励免疫所有毒素。吾乃兵部侍郎冯安国，来者可是大赵十公主。正是本公主。本公主亲自前来你们大楚和谈，
你们就派这些歪瓜裂枣来迎接本公主，是瞧不起我大赵吗？你们太子楚卫呢？啊，陛下对我大楚太子另有安排，所以今日是18皇子楚宁负责接待。你们大楚皇子本公主都认识，没见过你。公主殿下可能还不知道，大楚皇帝与野女子有染，想必这位皇子是太皇帝留下的风流债吧？好家伙，敢惹我！现在想建成，给我掉层皮！你们大楚是无人了吗？派一个私生子皇子来迎接本公主。公主殿下，您误会了，本王也非常不理解父皇为何将如此重担交由本王。直到今日见到公主才明白，大赵使团使者居然是个毛都没长齐的小毛孩啊！你说私生子接小毛孩，是不是合情合理？你敢辱我？你们大楚是与我赵国想要血战到底是吗？血战？公主殿下，如果真想血战，大赵今日派来的就不是使团了，而是你大赵铁骑了吧？哼，胆识过人，可以，比你们朝廷那些只知道叩头的酒囊饭袋强出百倍。你有资格让本宫正眼相看。不过，本公主前来和谈，只是因为我大赵皇帝不忍得百姓落得战乱。蓬莱郡主，你可不要妄加猜测。既然是和谈，就得谈和谈的规矩。我大楚皇帝亲封的蓬莱郡主奉旨迎宾，你大赵使团迟到2个时辰在先，持械威胁本王在后，这就是你们和谈的诚意。本公主看得起你，休想得寸进尺。走，入城。慢着，本王让你进了吗？您刚才那一枪惊吓了本王，威胁我大楚的皇室，就想这么轻轻接过？还要如何？哼，不如按照大楚的规矩，惊扰皇室，当杖责30，徒3年。但念在两国和谈，本王网开一面。你及你身后的这些下几件谢景徒步入贡，另外每个人再交5万两过路费，不过分吧？殿下，这冯大人，你也觉得赵国公府挑衅我大楚皇宫无所谓是吗？楚宁，你欺人太甚！每人交5万两，你当我大赵虎贲是任你宰割的羔羊吗？信不信我即刻回头，你我两国战火重燃？公主，您误会，我大楚不说是地广物博，怎么说也是风景秀丽吧？再加上我大楚皇宫天下奇观，你特地来参观，给点门票，不过分吧？再加上，若是你前线真的是粮草充足，兵强马壮，士气如虹，你会站在这和我谈规矩？哼，都是1000年的老狐狸，装什么聊斋？没必要。前线粮仓被毁，导致破裂，战线无法推进，我才想缓兵之计，难道被这个私生的皇子猜出来了？所以大楚公主，你是乖乖徒步入宫，还是就此折返？本王只给你3息时间。3，给他银票。是。公主殿下深明大义，请吧，下马，解剑谢景，徒步入宫，让我大楚子民也看看你们大赵的诚意与风度。好，不愧是朕的好宁儿，你这真是给朕长脸啊！大赵想进我大楚的土地，入我大楚的皇宫，就是应该卸甲不行。父皇客气了，儿臣只是尽了儿臣该尽的责任罢了。
陛下圣明，选择蓬莱郡王接待赵国来时，确实是最正确的选择。宁儿确实有朕当年的样子。要是朕其他的皇子有宁儿一半靠谱，我大楚何愁不兴啊？宁儿，你立了大功，说让朕如何赏你？父皇，奖赏就不必了，是不是该商量一下大赵的和谈之事该如何安排？有道理。赵明，嗯，给宁儿和沈家丫头安排的订婚仪式在什么时候啊？回陛下，就是3日后。瞧朕差点给忙忘了。宁儿此次立了大功，再加上订婚双喜临门，快备上厚礼，朕亲自上门祝贺。父皇，您不会是想把和谈的事儿安排在儿臣的订婚宴上吧？哎，邀请大赵使臣一起参加，正好是展示我大赵国风的好时机，一举两得啊！再说，朕也会亲自到场。怎么，你不愿意？没有，父皇如此安排，是儿臣的荣幸。那就这么定了。现在所有人最重要的工作，就是安排好楚宁的订婚仪式。让大赵来使吃鳖任务完成，恭喜宿主获得免疫所有毒素。听说今天你把赵国公主拒之门外，狠狠地扫了她的面子啊！没想到消息传得还挺快的嘛。这么说，是真的了。干得漂亮！我早就看大赵那群人不顺眼了，今天你算是狠狠出了一口恶气。哎，你怎么看起来不太开心啊？陛下打算把会见大赵来使和谈的事安排在咱们订婚宴上，连陛下都会亲自来，我怎么能高兴？3日之后便是订婚宴，我已经把宴请之人的座位安排好了。这么突然？你是未来王府的女主人，一切都听你的。既然赵国公主要来，那怕是要多添几张桌子了。他们不就2个人吗？加2张凳子就可以了呀。陛下要来的消息若是传出去，那所有的皇子、王爷、公主便都要来。不过这对你来说可是个好机会。怎么说？若要是陛下和赵国那边的人都要来的话，你的礼金岂不是能多收了？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？哼，还是晚赢了结果。哎，你们2个注意点影响，我还在这呢。哎呀，飞燕公主的养气功还真是好，今日被楚宁戏耍成那样了，还能如此淡定，要不然还能怎么样？难道本公主要哭着来找太子殿下不成吗？别以为本宫不知道你们打的什么主意。大赵不希望大楚与皇子战死在前线，可杀了楚宁，父皇还会派其他的皇子，你们的计划依旧不能得逞。如今你我两朝在和谈，大楚根本不需要派皇子上前线。倘若和谈顺利，何须再出楚宁那个替死鬼？本宫直接可以杀了他。上次看到太子殿下可不是这般气躁模样，怎么那个叫楚宁的家伙抢了你的老婆不成？此事不需要你管。那么太子殿下，你答应我的物资呢？既然是公主有求于本宫，公主是不是应该先给本宫点好处？不知太子殿下想要什么？本宫想要什么，你很清楚。倘若没有点好处，本宫岂会配合你？殿下，你只需要将前线的定襄城让给我朝，今后定襄城的2成税收便都是你的了。哼，2成？本宫要4成。4成？你未免也太狮子大开口了。最多3成，超过了3成，我朝便用武力来夺取4成。好，3成就3成，但本宫有个硬性条件。什么条件？订婚宴，本宫不仅要你对付沈家，更要楚宁的命。太傅县和田红玉手镯一对，户部尚书县金丝冠一顶，大理寺县金甲一件。没错，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
恭喜！沈夫人，里边请。新婚快乐！恭喜蓬莱郡主今日成婚，本公主今日前来，郡主不会不高兴吧？大赵十公主亲自祝贺，本王自然是欢迎。不过按照礼仪，参加婚礼是要准备贺礼的，不知大赵十公主可有待？放心，这点礼数本公主还是知道的。这是我大赵特产的雪参，价值万金。公主客气了，里边请。殿下，恐怕来者不善。今日是本王的大好日子，不宜多生事。他若想安然喝杯喜酒便罢了，若有其他动作，本王自然忍不了他。属下去盯着他。陛下驾到！参见父皇。今日是你大喜的日子，不必多礼。把礼物拿上来。郡王殿下订婚大喜，赐珍珠10虎，绸缎100匹，战马1000匹，黄金10000两。上千匹战马，加上之前坑楚威了，足够组建一支几百人的精锐骑队。多谢父皇。太子献礼补药100斤，韩王献礼补药100斤，齐王献礼补药100斤。恭喜18弟与沈郡主结成连理。恭喜18弟与沈郡主结为连理。这些家伙果然没安好心，都想等我在前线战死之后再将本王收回去。可惜小爷我没打算死在前线。诸位皇兄来就来，还带什么礼物啊？快请。参见陛下。今日是蓬莱郡王的大喜日子，朕过来凑凑热闹，沾沾喜气。诸位不必拘礼。吉时已至，请蓬莱郡王和沈郡主入场行礼。蓬莱郡王楚宁英敏钟情，沈氏婉莹真静慧雅，二人良缘，实成佳偶，朕心甚悦，特赐婚聘，一张天和。然楚宁矢志边陲，不日北征，国事为重，家里暂缓。今日先行定聘之仪，待其凯旋还朝，再择吉日完此良配。儿臣接旨。今日是朕的18皇子的订婚宴，大家不必拘礼，入座吧。诸位爱卿，开始用膳吧。且慢。哦，十公主，还有要事？早就听闻沈郡主是大楚第一才女，今日一见，见猎欣喜。想要敬你一杯。我也早已听闻大昭十公主骁勇善战，智谋过人。今天是本王的大喜日子，本王替未婚妻喝了这杯，大赵公主可有意见？今日是楚宁殿下与沈郡主的订婚宴，殿下当然可以代劳。公主可满意？楚宁殿下海量，不过我今日前来是替我大赵皇帝出使大楚。不过本公主一直对大楚有没有资格与我大赵和谈，一直保持怀疑。那十公主认为该如何？我大赵一直有一难题没解，今日刚好第一才女在场，想请教一问，不知大楚皇帝意下如何？父皇，既然是大赵有求于我大楚，何不趁这个时机扬我大楚国威？我相信以沈郡主的才华，
绝对不会令我大楚丢尽脸面吧？没关系，有我在。既然陛下看得起民女，那民女就只能斗胆一试。好，不愧是大楚第一才女，拿上来吧。这5个坛子当中，有一块价值连城的玉佩，只可惜不巧，我养了2条5步蛇，都跑进了这个坛子里面。若是被这蛇咬中，5步之内必死。本公主只有一个要求，在不损坏花瓶的情况下，将这玉佩拿出来。5个坛子，2条蛇，3/5的机会能拿到玉佩，2/5的机会能被蛇咬。看来这个问题也不是很难嘛。啊？哼，谁知道那坛子里有几条蛇？他们大赵的人没一个好东西啊！没准里面都是蛇呢。哼！大楚第一才女，请吧。木兰放心，婉莹有我护着呢。怎么，郡主殿下迟迟不动手，是不敢，还是想不出这解决办法？此题我解不出。哼，大楚第一才女的名头名不副实。当然，在场诸位谁要有解决的方法，也可以站出来。难道泱泱大楚真的无人了吗？诸位爱卿，你们谁敢上前一试？诸位皇子呢？父皇，儿臣有些头痛。哎呦，那个父皇，我肚子痛。陛下，在下年迈，这可是5步蛇，万一他……陛下，臣和太傅一样年迈，若是被咬中，就无人替陛下处理朝政了。你们大楚的太傅和丞相也没有办法解决此事了，是吗？你们大楚当真是无能，难怪会败给我大赵。你们也是活该，大楚注定败亡。谁说我大楚无人了？18皇子还真是有勇无谋啊！这个情况还敢站出来，说不定因为要去前线破罐子破摔呢。楚宁，你做什么？那可是剧毒无比的5步蛇。放心，我心里有数。既然大楚无人站出来，那本王就为我大楚立威。父皇，既然18弟如此自信，不妨就让他试一试，总不能让我大楚在外使面前丢了脸面吧？我已命人去寻5步蛇的解药，及时解毒，不会有事的。坛子里根本不是什么5步蛇，而是几乎绝迹的谢林泰潘氏。等楚宁被蛇咬，解药无效，到时候谁也怀疑不到本宫身上。既然郡王殿下想试，本公主自然欢迎，请。不过，这道难题是你大赵的，要是本王替你解出来，拿出了玉佩，又当如何？若是郡王殿下拿到玉佩，那这价值连城的玉佩便归你所有。好。楚宁，这坛子里没有。他居然没事，肯定是走了狗屎运。
这个也没有。哎呦，没摸着，怎么回事？不是说2条毒手吗？怎么一连2个都没有啊？不知道啊。赵飞燕在搞什么鬼？诸位，本王拿到了。过厉害啊！这么了不起？这怎么可能？这5个坛子里明明都有蛇，为何不咬它呢？没事吧？没事。解药，快给我解药！公主，你自己的蛇把自己咬，这事传出去可成个笑话。这毒蛇不咬你呢？在本王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，本王想问问，此毒蛇的真正来历。这蛇，我好像在典籍上看到过，似乎是叫细鳞太攀蛇，此乃天下第一剧毒。好啊，你不仅把每个坛子都放上毒蛇，还把细鳞太攀蛇说成5步蛇，究竟是何居心？飞燕公主，此事若是没个说法，朕不会留情。误会，这都是误会，是我手下的人说里面装的是5步蛇，所以我就认为这坛子里面就是5步蛇。既然是5步蛇，为何你的解药能解细鳞太攀蛇的？哼，此药是我大赵国师亲手所炼，能解天下大部分毒性，不管是细鳞太攀蛇还是5步蛇，只要服用此药都能解毒。父皇，传说那位大赵国师精通毒术，飞燕公主此话或许可信。是吗？既然如此，那就不是飞燕公主错了。不知是哪位首相负责此事啊？想清楚再说，不认可不行。此事是我大赵失察，请大楚皇帝陛下恕罪。既然是误，倒也是情有可原。不过既然是你的失误，本王险些命丧于此，此事绝不能就此作罢。不知蓬莱郡王想要如何化解此事？战马5000匹，银锭8000两，加上你们大赵边境1年赋税2成交给大楚，这事就此作罢。银钱先给够，赋税可以先欠着。好。不过，我还是想知道，你是怎么避免那些毒蛇咬你？简单，诸位请看。这是雄黄？没错，就是雄黄。众所周知，不管什么蛇都怕雄黄。刚好婉莹知道太傅大人喜欢雄黄酒，所以备了几瓶，我免疫所有毒素，区蛇毒，不再关心。本来呀，十分凶险之事，这么轻易就让楚宁殿下给化解了，老夫佩服啊，佩服佩服！太傅过誉了，这件事啊，还是婉莹细心，提前做了准备，所以功劳给婉莹。这件事你倒是不必把功劳全推在我的头上，倒是你手上的雄黄酒还是先洗掉。来人啊，端水来。两个人感情真好。
大楚皇帝陛下，本公主此次前来，就是为了看大楚第一才女的本事。可刚才有楚宁化解，所以本公主对大楚第一才女的名头还是有所怀疑，所以带来了第二题。哦，看来飞燕公主对我朝第一才女的才能有所怀疑啊。正好，今日这么多大人都在，你有疑问，提出便是。本公主带来了一名文学俊杰，若是沈郡主的文学造诣不能让那位俊杰满意，那大楚便割让定襄城。哦，那若是沈郡主的文学造诣让那位俊杰满意呢？若是沈郡主的文学造诣让那位俊杰满意，我大赵退兵300里。好，能被你称为是先生，想必不是无名之辈，不知是哪位？大叔祢衡。祢衡啊，大叔祢衡。祢衡竟是此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此人向来无礼，又仗着几分才气，肆无忌惮。今日这个订婚宴呢，怕是要毁了。这祢衡到底什么来头？传闻祢衡2岁识字，3岁能诗，6岁出口成章，10岁便闻名天下，有神童之称。不过为人狂妄无比，不仅拒绝了许多王朝的招揽，就连我朝陛下也曾被他写书讽刺。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勇的人，就没人治得了他，敢写词讽刺皇帝，这可是大罪。他毕竟是闻名天下的儒人，若是就杀了，便会让全天下的其他儒生文人认为我朝陛下没有容人之量，便不敢再来投靠。大楚皇帝是不待见此人吗？若是如此，我可以让人离开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宣祢衡觐见。山人祢衡见过大楚皇帝陛下。朕早就听说过你祢大才子的名声，没想到今日居然能在此相遇。来人，赐座。不必了，今日前来只是想见识大楚第一才女是否名副其实。长得还算可以，不过这大楚第一才女的名头是靠实力，还是靠色相得来的？放肆！哪里来的狂徒，竟敢胡言乱语！狂徒，世人皆知我祢衡为人，说句狂徒也不为过。倒是你这无知妇人，不知为何如此着急？莫非知道她根本没有真才实学？所谓第一才女的名头，不过是靠这副皮囊换来的。你，木兰，先生毕竟是闻名天下的大儒，不可对其无礼。哼，你倒是还有点见识。今日本山人便出一言考一考你，听好了：天作棋盘，星作子，谁人敢下？天作棋盘，星作子。天地为局，星辰为子，气魄吞天阵，这如何能对啊？如此绝对，堪称千古绝对，如何能对得上？妙啊！此联如皓月当空，群星暗淡，就连大楚第一才女也……请陛下恕罪，民女无能。这对子很难吗？放在这个时代，确实没人对上，但对我来说，小菜一碟。你少吹牛了，连婉莹都对不出来，何况你呢？大楚皇帝，此联无人能对，那是不是按照之前的约定，把定襄城割让为我大赵所有？定襄城乃是边境雄关，抗击大赵的关键所在呀！定襄城沦陷，大赵便可长驱直入，大楚危矣。诸位爱卿，你们这么多人，连个对子都对不上，臣等惭愧。此对乃千古绝对，臣等实在是无能为力，连个对子都对不上，
区区大主皆是无能。谁说对不上？本王来试试。哼，楚宁，你一天私塾都没上过，怎么你还会对对子？宁儿，莫要胡闹！父皇、母皇，儿臣这就要大楚国威。好，既然蓬莱郡王这么有信心，那我倒要看看你是如何对上这千古绝对。蓬莱郡王这一闹，我大楚的脸算是被丢尽了。无知庶子，连累我等也成了笑话。楚宁，别怕，我这就给你报仇。你说天作棋盘，星作子，谁人敢下？那本王就对地作琵琶，路为弦，谁人敢弹？好对子，真是好对子，简直绝妙啊！蓬莱郡王，没想到居然有如此文采。哼，区区楚华遗留在民间的私生子，侥幸取得了这名不其实的大楚第一才女沈婉如。你能对上本山人的对子，想来也是侥幸。这么说你不服？是又如何？那就放马过来。好，听好了，10口心思。4军4国4社稷，8目共赏，赏花赏月赏晚营。四方桥桥四方，四方桥着哇四方，四方四方四四方。万岁爷爷万岁，万岁爷前呼也万岁，万岁万岁万万岁！郡王殿下机智无双，此对实乃祥瑞，乃我大楚之福啊！郡王殿下忠君之情更是慷慨肺腑啊！明恒先生，快出对子对死他呀！看来你是没对子了，那本王出个对子，看你对不对得上本王的对子。哼，对子，本山人5岁便会，本不想以大欺小。既然你主动请教，那便听听你是什么对子。此乃千古绝对，你绝对对不上。见识浅薄，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什么是人外有人。尽管道来。你且听好了，烟锁池塘柳。这不是最简单的5字联吗？郡王殿下这下玩脱了，这有何难？你最好想清楚了再说。不对呀，这上联看似简单，实则暗藏玄机，5行偏旁俱全，意境更是清幽绝俗。就算勉强凑出来的句子，在工整度和意境上那完全匹配不了的。这竟是千年难对的绝对呀！是啊，这对联竟如此难对。不过祢衡是天下闻名的才子，又是司马先生高徒，定然能对出下联，定是如此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？祢衡先生是闻名天下的才子，怎么可能对不住这下联？这怎么会呢？倪先生，本王等你许久，这下联请吧。容我再想片刻，就片刻。怎么，天下闻名的大才子对着本王区5个字的上联，竟然半晌都憋不出一句下联？你方才口出狂言，羞辱本王是私生子，说与本王比试丢了你的身份，哼，要让本王身败名裂。如今看来，你才是那个徒有虚名、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。陛下厚待于你，给你颜面，让你列席订婚宴，而你呢，非但不知感恩，而受小人挑唆，当众闹事，辱没皇家，搅乱宴席，此为不忠。身为文人，竟无半点才学底蕴，只会狂妄自大，目中无人，靠这些虚名招摇撞骗，此为无术。心胸狭隘，容不得别人半分出彩，自己输了比试，便颜面尽失，此为无德。不忠不义、不学无术的无耻之徒，也敢在本王面前卖弄风骨，还敢称才子？本王从未见过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这啊，郡王威我！
殿下放心，我大赵会按照承诺一起撤军300里。哎，那是大赵和大主之间的约定，你的人弄脏了我这个地方，公主是不是得给个交代？此事确实是本公主考虑不周，还请殿下见谅。一句道歉就想把本王打发了？不知蓬莱郡王想要如何解决此事？糜先生是你邀请来的，他的贺礼你出，没问题吧？殿下想要什么贺礼？以糜先生的名气，还有公主的邀请，10万两不过分吧？可以，这银子我替明恒先生出了。哎，不过明先生刚才口出狂言，让本王的爱妃身心受创。你要知道，本王的爱妃乃是前朝后裔家眷，身份尊贵，你是不是得给个交代？殿下想要多少钱？开口直说便是。30万，合理吧？你怎么不去抢？既然你不愿意赔偿，那休怪本王无情了。30万两，对于沈郡主的身份也是合理。很好，公主果然有诚意。最后一件事，刚才糜先生对不上俺的下半句，总得有个说法。殿下想要多少钱？直说便是。还挺上当，10万两，加起来一共50万两，怎么样？好，不过我要先打欠条。来人，笔墨伺候，让飞燕公主写下欠条。呀！今天又让那个野种出尽风头啊！楚宁毕竟是我大楚的藩王，今日扬我国威。倒是殿下你，身为太子却勾结异党，陷害自己的弟弟，这手段未免太过下作。说，你心里是不是有着那个野种？没错，我不仅心里有他，我还想跟他双宿双栖。打！有本事你就打死我！哎，给本王有多远滚多远的！滚就滚，反正我早就不想跟你过了。合理，合理，合理！这个贱人竟然要跟本宫合理！我，一个女人而已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我最近收到消息，说楚宁一直待在军营，明天沈家会送一批粮食过去，那批粮食我要了。那可是500万担粮食，本宫也早就盯上了。哼，你我合作，一人一半。啊！经过这几天的安排，本公主早就在京都城50里开外的地方安排了人手，只不过这批粮食数量众多，我只有数百号人，怕是完全吃不透。放心，本宫在城外有一支3000人的兵马，这一次本宫会让他们和公主的手下一起行动，拿下这500万担粮食。殿下，太子妃搬走库房所有东西，去往去哪儿了？太子妃似乎往郡王府的方向去了。什么？小姐，粮食已经全部装车，随时可以出发。准备出发吧。你是什么人？居然敢夺我沈家的粮食！废话少说，把粮食交出来！这些粮草可是要运往边境，你们这样做就不怕得罪朝廷吗？废话少说，杀了你！这些粮草就都是我们的了，又有谁会知道？住手！这么多担粮食，真的轻易就到手？这里可是帝都，我是蓬莱郡王的未婚妻，你们这样做，眼里还有王法吗？压下来！王法？本宫就是王法。楚威，你身为太子，居然勾结异族，当街抢粮，那又如何？
要怪就怪楚宁那个王八蛋处处与本宫作对，他还勾引本宫的女人。那今天我就以牙还牙，今日本宫就尝一尝我们大夏第一才女。我去！敬酒不吃吃罚酒！住手！楚宁，赵飞燕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本王的粮草你也敢抢？楚宁，立刻投降，否则我现在就杀了他！哼，你觉得他会为一个女人放弃自己的性命吗？如果是这样的话，连我都会瞧不起他。哼，楚宁，不用管我，只求你日后别有我沈家。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活着，也保你沈家百年富贵。动手！楚宁，你是怎么知道我们今日要结粮草的？因为粮草的消息就是本王派人散播出去的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们上钩。果然，你们真够愚蠢的。你，只要我今日杀了你，我就不算输。动手！你的刀怎么会这么利？这可是本王专门改良对付你们大赵的秘密武器，专杀你这种贱人。哼，就算你今日杀了我，迟早有一天，大赵也会把大楚给覆灭了。真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大赵的虚实啊？上次大战之后，虽然我大楚败，但你大赵也是损兵折将，根本没有灭国的能力，所以才想着和谈拖延时间，对不对？等等，我们可以谈的。其实我挺喜欢你的，可惜我们分属不同阵营。放心，我会送你一家上路团圆。你居然不杀我！我不杀女人。别杀我！你是太子，我当然不会杀你。不过，腿，我的腿！一个残废，以后可当不了太子，这就是和我为敌的下场。带走，走，走！楚娘，前线是长虹伯的地盘，你别太得意。本宫等着看你的下场。过几日，本王就要去边境了。我等你回来。你就不怕我一去不回？既然已经压住了，那就该放手一搏。我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的人。说你无赖吧，你做事却井井有条；说你讲道理吗，你却又经常无理取闹。我看不懂你。那你可得小心了，通常都是从产生好奇开始的。答应我，活着回来。只要我活着回来，第一件事就娶你入洞房。
郡王接旨。陛下有旨，边关告急，蓬莱郡王立刻赶往边关，不得有误，钦此。儿臣接旨。我会在京城保护好婉莹姐的，你要早点回来。好了啊，你也别整日围着婉莹转了，是时候该找个男人了。我才不要呢！我这一生只敬佩英雄，比你差的我一个都看不上。那你怕是要孤独终老了？那你将我一起娶了呗，反正婉莹肯定不会介意的。你说，朕让自己的儿子去前线送死，是不是太没人性了？作为大楚子民，就该为大楚牺牲，皇子更应如此。陛下无需如此，或许蓬莱郡王能反败为胜。反败为胜？说说大将军那边的情况吧，朕让他调集郡兵训练一事，如何了？大将军正在厉兵秣马，全力训练郡兵。不过大将军侧重训练骑兵，这比步兵的训练时间长很多，短时间怕是上不了战场。派人催促大将军，尽快将骑兵训练成军，待楚宁打完这一仗，消耗大赵实力，他就可以带着郡兵上前线一战，届时就攻守一行了。陛下英明。楚宁，别怪朕，这便是皇家。朕连自己的儿子都可以利用，长鸿伯，希望你不要不识抬举。楚宁聪慧，待他回京之时，这天就要变了。我该走了。出发！驾！宿主出发主线征战任务，率军攻陷大赵王朝10座城池，完成即可领取超级大礼10万大雪龙旗。只要10座城池，便可获得10万龙旗。有了这10万铁骑，踏平大赵，横扫天下指日可待了。陛下，吁！可有什么要留下的？青海长云暗雪山，都城遥望玉门关，黄沙百战穿金甲，不破楼兰终不还。远走山